今天我们来聊聊《经济学人》杂志对2026年12个月所做的恐怖预言。回顾2025年末，世界局势已经隐伏着危机，俄乌战争仍在拉锯，美国与伊朗关系剑拔弩张，中东以巴冲突方歇，全球经济饱受通胀和债务风险困扰，科技股的狂热和泡沫并存，种种乱象都预示着2026年将不平静。经济学人的这张年末封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因此更增添了一份阴谋般的神秘色彩。刚刚踏入2026年，世界就已经天翻地覆，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亦或某种无形之手早已在暗中安排好剧本，把未来的灾难以预言的形式公诸于世？在2025年年底，经济学人发表了新年特刊封面，以一幅诡秘的红蓝色图像预示了2026年每个月份的重大事件。许多人一开始试图解读这幅封面图的玄机。图中一颗地球被划分成12个扇形，周围环绕着各种符号与人物。一枚插满导弹与挥舞拳头的生日蛋糕占据醒目位置，暗示美国在2026年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但这蛋糕上的图案却预示着战争和内乱。川普的肖像出现在封面中央，似笑非笑地注视着前方，显示他仍是今年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旁边还有一面残破的美国国旗和遮天蔽日的无人机、卫星，似乎在警告未来的战争将延伸至太空与高科技领域。此外，封面图里还隐约可见几颗象征瘟疫的骷髅、崩裂的建筑、倒下的王冠等等，每一个细节都意味深长。当时不少人把它当成一场寻找线索的游戏，试图猜测新的一年将发生什么大事。然而，现实的发展速度和尺度远超所有人的想象。第一幕从1月开始，上演了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战火序曲。1月战火燎原，就在新年伊始，美国突然对委内瑞拉展开了精心部署的突袭行动。美军在1月3日凌晨对加拉加斯多处战略目标发动代号为绝对决心的空袭与地面突击。伴随着夜空中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委内瑞拉全境陷入极度震惊和混乱。短短数小时内，伪国军方的重要设施被摧毁，城市停电，陷入黑暗。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军特种部队竟成功潜入高度警戒的总统府，活捉了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洛及其夫人。这是继1989年美军抓捕巴拿马独裁者诺列加之后，美国首次发动跨境行动逮捕现任国家元首。消息传出，犹如在国际政坛投下一颗重磅炸弹。这位号称反美坚定斗士的拉美左翼领袖，就这样在新年伊始成了阶下囚。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此举表示强烈谴责，在联合国安理会痛斥美方严重侵犯主权，但美国以人道干预为由强硬回应，否决谴责议案。委内瑞拉国内军队也曾试图负隅顽抗，一度在加拉加斯街头与美军小股部队发生激烈枪战，但在对方压倒性的高科技武器面前很快溃败潜逃。这次闪电斩首行动共造成数百人伤亡，却让拉美其他威权统治者人人自危，谁会成为下一个目标？有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恐将在拉美引发骨牌效应，动摇整个地区的政治版图。2月战火连锁，就在拉美硝烟未散之际，中东火药桶也轰然引爆。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行动。2月28日清晨，德黑兰上空突然出现密集的战机编队，接着便传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巨响，联军对伊朗首都及多处军事设施展开闪电打击。伊朗的导弹基地和设施接连遭到精确摧毁，就连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官邸也未能幸免。在连番轰炸中，伊朗政权的精神支柱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据报身亡。这个统治伊朗数十年的铁腕人物，没想到会在斋戒月开始之际遭遇此等灭顶之灾。消息震撼了整个中东，以色列防长卡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川普也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行动开始，称此举是为清除极端威胁，宣告历史上最邪恶的人物之一哈梅内伊已经死亡。伊朗方面则紧急召开战时会议，誓言展开史诗般的复仇怒火。随后几天，伊朗试图用弹道飞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和美军基地进行反击，
中东地区陷入了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战争危机，全球油价闻讯飙升，各国股市剧烈震荡。哈梅内伊之死在伊朗境内引发巨大震动，忠于神权体制的革命卫队与愤怒的示威民众在德黑兰街头发生冲突，数十人伤亡。伊拉克、黎巴嫩等地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举行反美抗议，焚烧以色列国旗，整个中东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联合国安理会紧急讨论停火决议，但由于大国互相指责而无果而终。许多人开始担心东半球与西半球的两场战争会否彼此连锁，引发更大范围的冲突，甚至世界大战。令人背脊发凉的是，《经济学人》封面对2月的隐喻竟也与战火对应。封面圆盘在2月位置呈现出一枚飞弹和浓浓的硝烟图案，恍若早已预见中东烽火会在此刻熊熊燃烧。而事实正如预言般发展，美国在拉美和中东两线出击，全球局势骤然紧绷。1月和2月连续兑现的预言，让许多原本半信半疑的人开始相信，这个封面隐藏着某种死亡时间表，其背后似乎有股神秘力量在精准操纵着世界局势的走向。接下来的剧情将更加惊心动魄。3月东亚战云，战火从西半球烧到中东后，3月东亚上空的乌云也愈发凝重，仿佛接力一般。在美军深陷伊朗战事之际，亚太地区出现了极度危险的火药味。3月中旬，环太平洋上空接二连三传来军机对峙与导弹试射的消息，中国与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突然急剧升温。中共在南海和台海大规模军演，数百艘舰艇与战机在台湾周边集结，企图对台湾形成实质封锁。3月下旬，一架台湾的巡逻机在南方海域疑似遭到解放军防空火力攻击坠毁，这成了压垮和平最后稻草的事件。台北随即宣布这是对台湾的战争行为，美日同声谴责北京。短短几天内，解放军沿海导弹部队进入战备，台湾全岛防空警报拉响，民众涌入防空洞和避难所，整个东亚为之屏息。3月25日凌晨，台湾多处军事基地突然遭到导弹袭击，火光照亮夜空，历史终究没有放过这个敏感的时刻。台海战事爆发，这也是亚洲自1979年中越战争以来首次爆发的大规模热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展开所谓统一行动，数十万大军虎视眈眈，试图登岛。台湾居民则同仇敌忾，凭借天然岛屿防御和坚定决心进行顽强抵抗。这一夜，战火终于燃至东亚，整个世界为之颤抖。美国虽在中东分身乏术，但仍急调第7舰队驰援台海。日本、澳洲等盟国也进入战备，生怕战局失控蔓延。北京当局孤注一掷，似乎认定西方无力同时介入两场战争。然而稍有不慎，这将酿成人类文明最黑暗的篇章，和大国之间直接对撞的危险随之升高。各国领袖开始日以继夜的紧急磋商。联合国安理会虽再度召开紧急会议，却因大国角力而徒劳无功。3月的台海危机犹如悬在全球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讽刺的是，《经济学人》封面对3月的预示同样早有端倪。有人指出，封面图在3月位置隐现着东亚地图与战机编队的轮廓，明显暗指此地将有空中冲突。如今竟一语成谶，战争阴影重新笼罩亚洲。难道真有某种未卜先知的力量在牵引这一连串世界大战的引爆点？还是说，有看不见的黑手在按照预先计划的节奏，引导人类一步步走向大动乱？更惊人的还在后头。当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战场硝烟时，一场无形的巨大危机正在幕后酝酿，准备给人类致命一击。4月毒疫降临，战争带来的死亡固然可怕，但4月席卷全球的却是另一种看不见的杀手瘟疫。4月初，亚洲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高致命性病毒传染病例。起初只是零星传出某城市医院出现不明原因的急性肺病患者，高烧不退，咳血昏迷，病死率极高。人们尚未从战争的恐惧中缓过神来，就被这种神秘疾病的传闻再度攫住心魄。更令人心惊的是，有传言指出，这次疫情源头不简单。一些爆料者暗示，疫情可能与某国秘密研发的生物武器有关，甚至可能是战争中的阴招，俗称放毒。
因为最初的感染群体出现在3月底，涉及驻守台海附近岛屿的一支部队和当地居民。有传言称，该岛上秘密储存的生化武器在战火中泄漏，才释放出这种致命病原。也有科学家推测病毒源自热带雨林中的蝙蝠冠状病毒突变。无论源头如何，这种被赞称为红月热的疾病展现了可怕特征，潜伏期不超过2天，传染性极强。患者初期症状类似流感，却在几日内迅速转为肺部纤维化、器官衰竭，死亡率高达 40%。医生们尝试现有抗病毒药物和康复者血浆治疗，却收效甚微。人们发现，许多患者在临终前双眼充血，如同蒙上一层红色薄雾，红月热之名便由此而来。一时间，谈红月热色变的恐惧心理迅速蔓延，比病毒本身扩散得更快。短短2周内，邻近的几个亚洲国家陆续发现感染案例，各国医疗部门措手不及。世卫组织在4月下旬紧急召开会议，有专家指出，这场危机的规模和致命性远超2020年的新冠疫情，有人甚至将其比作21世纪的黑死病。世卫警告，红月热具有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的高风险。更糟的是，现有治疗手段对它几乎无效。患者肺部的断层扫描显示出大片阴影，病情发展极快，许多患者送医不到3天便不治身亡。当局开始实施隔离，但此时病毒传播已经无声无息地遍布各大城市的角落，街头再次响起久违的救护车尖鸣，人们惊恐地戴上了早已摘下的口罩。5月混乱扩散，随着战争与疫病双重肆虐，5月的人类世界几近失控。在台海，战事还在焦着。台湾虽成功阻止了解放军的登陆企图，但岛内基础设施遭袭，电力不稳，百姓夜晚蜷缩在防空洞中度过不眠之夜。而在伊朗，中东战场则呈现出另一番残酷景象。伊朗政权在失去最高领袖后陷入群龙无首的动荡，军方强硬派与民间反政府力量激烈冲突，连神圣城市库姆都爆发了大规模流血冲突。美以联军则趁势加紧定点清除伊朗残余核武设施，同时暗中扶植某些温和派人士，试图组建新政府。整个波斯高原陷入无政府状态，难民潮开始涌现。更糟的是，红月热疫情在全球进一步扩散，哪里人多，哪里就成为病毒狩猎的乐园。欧美大城市陆续出现社区感染，纽约、伦敦、东京先后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学校停课，体育赛事取消，城市街头冷冷清清，仿佛重现2020年的景象。不同的是，这次的病毒更具杀伤力。医院太平间停满尸袋的照片在网络疯传，恐慌情绪比病毒扩散更快，人们开始抢购食物和药品，超市货架被一扫而空。各国政府在维持经济运转和加强防疫管控之间举步维艰。封城会导致经济雪上加霜，但不封又将眼睁睁看着医疗系统崩溃。5月的全球供应链陷入混乱，战火使得石油供应紧张，疫病使得工厂停工，港口瘫痪，电子产品缺芯，粮食缺肥，航运缺人，各种缺成为常态。金融市场也经历了惊涛骇浪般的1个月，股市持续动荡，避险的黄金和比特币价格飙升，投资者一片茫然无措。更有悲观的分析认为，这可能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而是人类文明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系统性崩溃前兆。面对4月、5月一连串的灾难，经济学人封面在春季部分留下的线索，此刻看来分外惊人。那上面除了一个象征瘟疫的骷髅头之外，还有一堆散落的股市图表和断裂的链条图样，正预示了金融市场与供应链的断裂危机。当时也许没人能完全理解这些隐喻，但在5月的现实中，我们一一见证了它们的真实含义。如今全球就像一艘进水的巨轮，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前行。更多的人开始相信，这张封面确实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人类即将面对的至暗时刻的忠告。6月城市危机。进入6月，瘟疫和战争交织造成的次生灾害开始集中爆发，各大都市陷入前所未见的危局。首先是公共卫生系统的全面告急。6月初，北京、上海、纽约、孟买等人口密集的超级城市纷纷传出医院不堪重负、病患无床可收的惨况。医护人员连月超负荷工作，有的甚至因感染倒下。医院门口排起长长的救护车队，
许多病人来不及等到救治就已逝去。城市上空不时传来直升机运送重症患者的轰鸣，街道却空空荡荡，庞佛死城。居民宅在家中不敢外出，城市正成为瘟疫肆虐的修罗场。其次，社会秩序也岌岌可危。以北京为例，红月热的患者数在6月份急剧攀升，当局对部分社区重新实施严厉封控。炎炎夏日里，居民被限制出行，物资供应短缺，引发民众强烈不满。6月中旬，北京西郊某小区有居民冲破封锁上街抗议，高喊“我们要生存”的口号，结果与维安警察爆发冲突，甚至传出枪声。这一幕犹如2022年白纸运动的再现，但规模更大，情绪更绝望。随后数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陆续传出零星抗议，城市陷入自文革以来未见的内部混乱状态。与此同时，台北、东京等城市则面临另一类危机，战争威胁引发的人道与经济危机。台北在经历数月战火威胁后，物资供应紧张，部分市民向南部或国外疏散，城市经济几近停滞。东京和首尔由于担忧战局扩大，也出现股市暴跌、舆论恐慌的局面。大城市陷入一种风声鹤唳的紧张氛围，西方大都会也并不平静。纽约市因疫情与暴力事件，包括对亚裔的歧视性袭击，而增加宵禁措施。巴黎因物资匮乏导致骚乱和抢劫案件频发。各国政府疲于奔命地应对城市灾难。本应在6月中开幕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杯足球赛被迫宣布延期。战乱与疫病使多支球队无法参赛，主办城市的基础设施也难以支撑大型赛事，全球体育迷大失所望。与此同时，原定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首届增强运动会，允许运动员使用提升药物的赛会，则宣称将如期举行，引发体育伦理争议。在灾难频仍的此刻，体坛的风波虽非人们关注焦点，却也象征着旧有秩序的颠覆和新价值观的挑战。更令雪上加霜的是，经济秩序也在此时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由于长期停摆和市场恐慌，许多城市的金融体系岌岌可危。6月里，中国数家大型地产开发商相继宣告破产，多家中小银行因挤兑风波而关门歇业，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的新闻接连不断，甚至传出某省会城市公务员集体抗议拖欠工资的事件。美国与欧洲也未能幸免，几家投资基金巨头暴雷，导致银行承受巨额损失，引发股市又一轮暴跌。银行门口大排长龙的挤兑场景重现于全球多地，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任降至冰点，经济的震荡与社会的不安情绪相互交织，使城市危机更加难以控制。7月天地震怒，正当人类社会在战乱与瘟疫中苦苦支撑时，大自然的怒火在7月全面爆发，庞佛对人类的警示再次升级。7月初，环太平洋火山带突然活动频繁起来，先是菲律宾吕宋岛的一座长期沉睡的火山猛烈喷发，火山灰直冲天际数万米，临近村镇被炙热的火山碎屑流吞没，上万居民紧急撤离。接着印尼巽他群岛有2座火山也相继喷发，天空昏暗如黄昏，火山灰随风飘散数百公里，甚至影响到邻近国家的空气质量。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厄瓜多尔和智利交界处的一条火山链也出现连锁喷发征兆。科学家惊呼，如此密集的火山与地震活动，上一次或许要追溯到史前时代，这可能是本世纪最强，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一次全球火山地震高峰期。更可怕的是，一场毁灭性的地震紧随而至。7月13日凌晨，太平洋板块下的一处隐藏断层猛然释放出积蓄已久的能量，引发了里氏 8.9 级特大地震。这场地震震央位于台湾东北方海域，但影响波及范围极广，台湾本岛以及日本南部、菲律宾北部都感受到剧烈摇晃。地震触发了海啸警报，数米高的海啸浪很快袭击了琉球群岛和台湾东部海岸，沿岸村镇一片泽国。最为悲惨的是，位于低洼地区的某亚洲国家半壁江山几乎被洪水吞没，巨浪冲上内陆，大片农田和城镇泡在水中，数百万居民流离失所，国际社会紧急展开人道救援。北美洲也没能幸免。7月下旬，
北加州圣安地列斯断层段发生7级强震，旧金山一些老旧建筑倒塌，市区燃起熊熊大火，加州陷入紧急状态。同一时间，大西洋上空还形成了2个超级飓风，分别朝美洲和东亚一前一后的袭来，给已经千疮百孔的城市带来了毁灭性打击。气候学家将这种极端天灾的频发归咎于气候变迁，但也有宗教团体惊呼这是一种末世征兆。大自然似乎在透过灾难对人类发出最后通牒。7月的连环天灾让全球进入全面的救灾模式，战争与政治冲突也不得不因天灾而有所缓和。台海战事在地震后出现暂时停火迹象，因为解放军的2栖登陆舰队在海啸中损失惨重，不得不退回基地休整。世界各国暂时放下纷争，投入人道救援，从废墟中抢救生命。然而，这些仅仅是暴风雨间隙的片刻喘息，还未等人们从悲痛中平复，新的巨变已在酝酿。据统计，7月连环天灾共造成超过50万人丧生或失踪，受伤人数更难以计算。熊熊燃烧的山林、坍塌的建筑和漫天的洪水交织成地狱般的景象。卫星云图显示，菲律宾北部海岸线被重塑，大片土地沉入大海。台湾东部花莲地区有半数城镇被海啸摧毁，日本冲绳岛上数十个沿海村庄几乎消失。不少幸存者接受媒体访问时泪流满面，讲述亲人在巨浪中消失的惨剧，令全球观众为之心碎。各国救援队伍夜以继日地在废墟中搜寻生命迹象，但面对如此规模的灾害，人类显得无比渺小。正如一位救灾志工所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力帮助幸存者重建生活。这番话代表了7月末全球人们的心声。8月3领袖陨落。如果说前几个月的灾祸已经让人绝望，8月发生的连串政治巨变更是让世人瞠目结舌。这个月份被后人称为领袖陨落月，因为在短短数周内，3位举足轻重的国家领导人接连遭遇突发事件而身亡或下台。如此戏剧性的巧合在现代史上前所未见，让各国舆论哗然。有评论指出，3大强权领袖接连垮台将彻底改写全球力量格局，也让人不寒而栗地想起了某些古老的谚语，祸不单行，以及王朝的末日往往以连环的悲剧拉开序幕。首先在8月上旬，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克里姆林宫内突发中风不治去世的消息震惊全球。虽然俄乌战争自前一年起交着消耗，国际上早有传言普京健康恶化，但当官方突然宣布他已与世长辞时，仍令整个俄罗斯陷入巨大的不确定。莫斯科红场上聚集了数十万民众，有人痛哭失声，也有人静默不语，忧心国家前途。克里姆林宫高层迅速扶持一名继任者上台，但俄国政坛暗流涌动，对未来路线的争斗才刚刚开始。尽管克里姆林宫坚称普京纯属病故，坊间仍流传种种阴谋论。有传闻指普京进程中有人在他饮食中下了慢性毒药，使其旧疾复发。也有观点认为，常年高压统治终于激发内部政变，以病逝为名行逼宫之实。无论真相如何，普京猝逝无疑令俄罗斯陷入了权力真空和路线之争的动荡中。紧接着，8月中旬传来第2个轰动性新闻，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一次视察导弹基地时发生意外，被失控爆炸的燃料火箭烈焰吞噬，不幸身亡。平壤当局声称这起事件是极端不幸的意外，但国际间多怀疑另有内情。据悉，事发时金正恩所在观礼台突然发生剧烈爆炸，整座建筑顷刻间被火球吞噬，高级将领死伤惨重，唯独几名离爆心较远的将军幸存，迅速控制了局势。这一细节引人猜测，或许北韩军方部分势力早有密谋，借由制造意外来除掉最高领导人。也有人怀疑是外国特工所为，以防止金正恩在动荡局面下动用核武。但这些说法均无法证实。北韩官方对内严密封锁消息，只宣称由金正恩的某位亲属暂代领导人职务。不过，经过此变故，金氏王朝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就在世界还未从金正恩之死的震撼中回神，8月底又一个轰然倒下的领袖让人目不暇。给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突然被解除一切职务，据传遭到党内紧急逮捕。此事发生之突然，令国际媒体一度难以置信，直到中共官媒发布简短公告，
证实习近平因身体原因辞去职务，但明眼人都看出这措辞背后另有乾坤。随后海外媒体爆料，是中共高层元老和现任部分领导合谋，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对习近平发难，逼其下台。最终军方高层战队推翻了习的统治，习近平10多年的强人统治戛然而止，北京一夜之间风云突变，习近平被拿下的过程则更具戏剧性。据传在北戴河一次中共高层会议上，多位元老突然集体发难，严厉指责习的独断专行和错误决策令国家陷入灾难，要求他引咎辞职。习近平大怒拍案，但很快发现孤掌难鸣，他最信任的安全部队首脑和几位军方将领此时已倒戈相向。随即中南海发生了一场无声政变，习近平当场被控制并带离，软禁在郊外秘密地点。北京市区一度有武警装甲车出现，但并未发生激烈冲突。隔日清晨，中央电视台发布新闻稿称习近平因健康原因辞去职务。人们终于明白，这位执掌中国超10年的最高领袖已经黯然下台。当晚，北京的一些居民在家中小范围举杯庆祝，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则涌现隐晦的狂欢讯息，仿佛整个国家压抑许久的空气一下子变得轻快起来。8月的这3件大事件件都足以载入史册。3位背景截然不同的领袖，一位是执掌全球最大核武库的俄国总统，一位是继承集权王朝的北韩最高统治者，一位是世界第2经济体的最高领导人，竟在同一月份相继退出历史舞台。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变令整个国际关系网络陷入动荡重组。俄罗斯国内可能因路线之争而动荡，北韩面临接班和政局不稳危机，而中国则开始一场深刻的政治转折。许多评论员将这归结为集权时代的终结。巧合也好，命数也罢，我们不禁想到早前《经济学人》封面的8月象征，那里赫然画着3顶倾覆在地的王冠，仿佛精准预告了3位最高统治者的垮台。如今预言丝毫不差的兑现，让最初质疑封面预测的人也不得不哑口无言。9月极夜临界，历经8月的巨变后，世界局势进入一个短暂而诡谲的权力真空期。9月本应是北半球收获的季节，但此刻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却是收获过去数月灾难所播下苦果的时刻。首先是经济领域的大崩盘在此时无可挽回的到来。早在战争和瘟疫初期，全球经济就备受打击，而到了9月，随着多国政权更迭，社会动乱不止，投资者彻底丧失信心。月初，华尔街股市在几天内连续熔断，恐慌指数标志金融危机以来最高。紧接着，欧洲和亚洲股市也跟随暴跌，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陷入完全的熊市状态。许多银行和对冲基金因巨额亏损宣告破产，无数普通人的养老金与积蓄化为乌有。有人将这场灾难称为2026年全球经济大衰退，认为其破坏程度将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经济的崩溃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民生苦难。9月里，各地开始出现严重的物价飞涨与物资短缺。一方面，石油、粮食等战略物资因战争和政局动荡供给不足，价格飙涨，导致通货膨胀如洪水般失控。另一方面，各国货币纷纷贬值，进口商品价格更加高昂。本就脆弱的供应链在天灾和疫情打击下支离破碎，许多依赖进口的国家出现了季节性粮荒的苗头。非洲之角和中东部分地区甚至闹起了饥荒，国际粮食援助却又于资源匮乏而杯水车薪。由此引发的人道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地缘冲突和难民潮。大批难民试图涌向欧洲和北美，却被拦阻在边境，酿成一幕幕人间悲剧。有人感叹，圣经启示录中的4骑士，征服、战争、饥荒、死亡，如今似乎都已现身凡间肆虐。人类正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终极考验。9月亦是社会动荡与犯罪高发的月份，随着一些集权领袖的倒台，他们所在国家的社会秩序进入动荡期。例如，中国在经历了习近平下台的震撼后，新领导集团试图推行一些改革措施并改善对外关系，但多年的矛盾积累并不会一夜消弭。部分失势的习派残余势力暗中策动骚乱，而长期受打压的民众也趁机在各地表达不满诉求。虽然大规模内战没有发生，
但9月的中国依然处处隐现紧张气氛，武警与军队在城市街头巡逻，网络舆论管制依旧严厉，新旧势力角力使社会处于一种压抑不安的状态。北韩则更为严峻，金正恩死后，国内陷入权力真空，虽宣称其幼子即位，但实权被几名军方将领掌控。9月初，北韩边境发生多起平民试图逃往中国的事件，显示民生困苦与人心思变。国际上担心在这种混乱中，北韩的核武会不会落入疯狂之徒手中。所幸在周边大国与联合国的高压注视下，北韩军方没有轻举妄动。不过9月下旬，平壤仍传出爆炸声和枪声，疑似有势力图谋发动政变，市区一度出现武装对峙。最终，临时掌权的将领镇压了反对派，局势暂时稳定，但整个国家已是千疮百孔，濒临崩解。经济学人封面对9月的一角曾描绘了一片阴沉的天空下几颗枯萎的谷物和倾斜的天平，那寓意如今看来再清晰不过。经济失衡与饥荒阴影正笼罩着动荡之秋。事到如今，即便对预言将信将疑的人，也不得不佩服这张封面的料事如神。只是在这令人窒息的困境中，人们还能做什么呢？许多人开始寄望于剩下的几个月出现转机，但也有人担心最黑暗的时刻还未到来。10月黑暗临界，10月的到来并未带来金秋的喜悦，反而将世界推向黑暗的临界点。经济崩坏，气候反常，疫病犹在蔓延，战火未完全平息，多重危机交织成一张无法解开的死结。10月中旬，全球各地相继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更让人怀疑背后是否有更深的阴谋。美国东海岸一次变电站故障导致纽约、华盛顿大片区域陷入长达2日的大停电，社会几近瘫痪。欧洲电网也在同一周遭遇网络攻击，多国出现短时断电，甚至连互联网骨干都发生神秘故障，全球网速骤降，部分金融交易和通信因此中断。尽管官方声称这些只是技术事故或极端气候所致，但阴谋论者坚称这是一场幕后势力策划的全球演习，透过制造黑暗和资讯混乱来进一步掌控局势。10月上旬，科技领域又爆出惊魂事件，一家负责多国电网调度的人工智能系统公司发布更新时遭黑客入侵，导致美国东岸和西欧部分地区出现大范围停电。调查发现，一种高度复杂的恶意程序渗透了全球电力网的中枢，尽管尚不清楚是敌对国家的网军所为还是独立黑客所致，但这场黑暗48小时充分暴露了人类对高科技的依赖危机。停电期间，多座城市陷入混乱，有不法分子趁乱抢劫商店，甚至武装帮派在街区火并，警方疲于奔命。恢复供电后，各国政府纷纷承诺加强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严防未来类似网攻。但经此一役，人们对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系统的信任明显下降。科技本应是文明的基石，如今却可能成为埋葬文明的定时炸弹。这一认知让无数人感到不寒而栗。10月底，美国举行国会中期选举，然而在此动荡大环境下，选举过程也是乱象丛生。由于疫情未退，社会动荡，加上局部地区停电、邮寄投票延误等问题，许多州的投票工作混乱不堪，引发各方质疑。执政的共和党与反对党民主党互相指责对方干预选举，川普总统甚至提前宣称如果结果不利，将不承认选举合法性。选举当日，美国部分城市爆发了支持或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几乎演变成骚乱。费城等地甚至传出武装民兵现身票站的恐吓事件。最终选举结果，共和党勉强保住了国会控制权，但美国社会的撕裂已经达到战后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上，10月也没有新的惊喜，只有延续的危机。原本希冀8月集权领袖相继倒台后，世界会迎来和平转机，但许多地方反而陷入权力真空下的混战。俄罗斯在临时领导层的指挥下，乌克兰战线在新政府趋于克制下逐步停火。10月底，俄乌双方达成初步和平协议，结束了长达近3年的战事。然而，俄国国内车臣和远东地区开始出现离心趋势，隐有内战风险。伊朗在新政府组建过程中，教派冲突断断续续，大国在背后角力博弈，人民则依旧在苦难中挣扎，世界依然处于多乱并存的状态。
甚至有过来人将这段时期与上世纪40年代末的局面相比，旧世界秩序在战后土崩瓦解，新秩序却尚未建立的危险真空。10月末，人们抬头仰望夜空，只见北半球的夜晚比以往黑得更早、更沉。或许是连月来火山喷发的灰尘进入平流层，也或许是人们早已疲惫的心境使然。总之，这个世界笼罩在一片压抑而阴沉的氛围中。我们不知道未来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但无论长夜如何漫长，我们都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11月红色落幕，终于来到11月，黑暗中出现了一线曙光，也迎来了一个时代的落幕。这个月有人称之为红色帝国终结月，因为最后几个共产集权政权在此时纷纷宣告终局。首先是10月政变后余波未平的中国。11月初，新上任的临时领导人公开宣布中共将进行深刻改革，并对过去错误负责。在随后召开的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震惊中外的决议出炉，中国共产党将退出历史舞台，国家进入过渡政府时期，准备制定新宪法，开放党禁报禁，并举行全民自由选举。这标志着执政70多年的中共政权正式终结。北京街头虽然保持平静，但在社交媒体上，中国年轻人用各种隐晦方式庆祝这新中国的诞生。有人深夜放烟花，有人贴出隐喻胜利的图像，网络舆论间洋溢着难以抑制的激动。昔日高高在上的前领导人习近平等则被定性为极左路线余孽，将交由特别法庭审判。他们被押上囚车的照片成为全球媒体的头版，又一位共产强人被送进了监狱。与此同时，在亚洲的另一端，北韩政权也终于撑不住了。金正恩死后的政局动荡和饥荒让民众对体制彻底失去信心。11月中旬，北韩军方内部亲改革派将领突然发表广播讲话，宣布金氏政权罪无可赦，人民共和国将改组，并请求国际援助。紧随其后，他们释放了大批政治犯，并请求南韩和联合国介入人道救援。虽然北韩官方名义上仍维持继任者金氏幼子的尊号，但其统治基础时已崩解，朝鲜半岛统一的前景变得前所未有的真实触手可及。大批朝鲜饥民涌向边境寻求救济，南韩政府在联合国支持下开放多处人道救援站，提供食物和医疗帮助。许多北韩百姓难以置信自己能自由地踏上南韩土地，很多人扑倒在救援人员脚下痛哭流涕。铁幕落下时的场景如今真实地在亚洲上演。在拉丁美洲，11月20日，古巴政府宣布将于次年举行多党制的大选，结束共产党长达60余年的统治。一夜之间，哈瓦那街头飘扬起各种不同政党的旗帜，市民们欢呼跳舞庆祝获得政治自由。一名白发苍苍的古巴老人在镜头前激动地说：“我一生的梦想终于成真了。”同月，委内瑞拉在临时政府主持下举行自由选举，流亡的反对派领袖高票当选新总统。他宣布将彻底废除过去的社会主义政策，重启自由市场经济，并承诺保障公民权利，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曾经笼罩拉美的红色幽灵终于散去，民主的阳光再次照耀在这片土地上。历史学家将这一系列事件统称为第二次自由化浪潮。昔日被称为邪恶帝国的共产体系终于在21世纪20年代土崩瓦解。讽刺的是，这也正是《经济学人》封面在11月预言的主题。封面图中11月处，一柄折断的镰刀与断裂的锁链清晰可见，象征共产集权的枷锁被打碎。当时看到这符号的人恐怕无法想象，短短1年内世界格局会如此巨变。然而，随着中国、北韩、古巴、委内瑞拉等相继变天，封面预言成为现实，更多共产主义独裁者被送进监狱的字句也不再是耸人听闻。这是无数渴望自由的人们长久以来期盼的一天。有趣的是，中国民间流传的古代预言推背图中，恰有诸多预言被解读为共产集权寿终正寝的征兆。一些事后诸葛亮的人士惊呼，连推背图都印证了这场红色落幕，真是天意难违。12月终局新生，万众瞩目的12月来临了。一年的动荡走到终章，人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门槛前。经历了战争、瘟疫、天灾和革命的洗礼，人类社会满目疮痍，但希望的嫩芽也开始从焦土中冒出。
随着集权政权垮台和战事逐渐平息，国际社会终于有机会坐下谈论未来秩序的重建。在12月举行的新雅尔塔会议上，各国元首包括新诞生的民主国家领袖们齐聚一堂，讨论签订新的全球和平与合作章程。12月中旬，一则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由多国科学家联合研制的红月热候选疫苗通过了关键临床试验，显示出良好的保护效果，并获批紧急使用许可。这意味着笼罩全球近9个月的瘟疫阴影终于看到了驱散的希望。疫苗将在各国工厂开足马力生产，预计明年年初开始大规模接种，人类有望逐步夺回对病毒的控制权。同时，在这次全球峰会上，主要经济体达成共识，设立世界重建信托基金，计划投入巨额资金援助战争和灾难重创地区的重建，就如同2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再现。气候议题也被列为优先事项，各国终于下定决心加速减排步伐，并联手建立全球灾害预警体系，以避免重蹈今年始料未及的覆辙。经过苦难教训，人类在团结合作上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决心与诚意。最受瞩目的是如何防止未来再次陷入同样的悲剧。为此，峰会发布了经济、科技、医疗等多项国际合作倡议，试图对全球体系进行全面修补和升级。例如，针对网络安全，世界各国决定共建网络监控和防御平台，不再让关键基础设施暴露在无形攻击之下。针对公共卫生，大家约定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全球疫情通报与应急机制，以确保下一次瘟疫苗头出现时能及时反应。虽然各方对于新秩序的细节仍有争执，但历经这场浩劫，各国领袖都明白合作的重要性远胜于对立。就这样，一个新的国际框架开始萌芽。然而，还有一些更深层的疑问萦绕在人们心头。这所有的灾难和巨变，看似天灾人祸交织，但是否背后另有推手？有阴谋论者坚称，这一连串巨变绝非巧合，而是某些隐秘精英势力精心策划的终极大重置。他们指出，封面图案中那颗被划分成12部分的神秘球体与共济会的标志高度契合，隐喻着有人在暗中操控整个世界局势。他们认为，经济萧条、战争、瘟疫与集权垮台并非独立事件，而是一盘早已布局的棋局。至于封面预言，正是这股势力对未来行动的某种公开剧本。当然，这些说法没有确切证据，但经历了今年之后，许多人开始愿意相信过去看似荒诞的阴谋假设。毕竟，如果没有幕后推手，人类历史如何能如此精准的踩点上演灾难与救赎交织的戏码？2026年的12个月，注定将作为人类史上最刻骨铭心的篇章之一被铭记。我们从中看到毁灭，也看到重生，见证黑暗，也寻到微光。这一年发生的每一幕，都旁佛在印证《经济学人》封面上那句耐人寻味的话：看懂未来者，才能掌握命运。现在，我们似乎多少看懂了这预言的深意，但掌握命运的重担仍沉甸甸地压在全人类自己的手中。长夜将近，天光乍现，历经苦难洗礼的人们，是否真能汲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当曙光终于穿透漫漫黑夜之时，人类历史的新篇章也等待我们共同书写。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政治中最敏感的焦点之一。从上世纪中叶两岸分治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70多年了。台海局势虽然风云变幻，但至今仍未出现真正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期间，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官方对统一台湾的决心从未动摇。按理说，在实力对比日趋悬殊的情况下，大陆似乎早就有能力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然而现实是，北京始终按兵不动，没有采取全面的武力犯台行动。这不禁让人疑惑，难道北京真的畏惧美国的干预，还是对跨海两栖登陆作战的风险有所顾忌？又或者，这其实是中国正在采取以拖待变的长期策略，在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需要从历史背景、国际关系、军事评估以及中国内部因素等多重角度来深入剖析中国为何迟迟不对台动武的复杂真相。我们将回顾几个关键的历史片段，
从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冷战时期的美蒋共同防御条约、金门炮战，到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台海飞弹危机，以及最近几年美国高层官员访台引发的紧张局势，每一段历史都折射出北京在对台策略上的精心盘算和谨慎克制。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位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曾用短短一句话道出了中国在台海问题上迟迟不动武的关键原因。这句话背后隐含着哪些深层逻辑？台海两岸未来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接下来，让我们抽丝剥茧，一同来探寻这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战略博弈背后的真相。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回顾两岸分裂之初。1949年，中国内战进入尾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政权撤退至台湾。毛泽东原本也计划乘胜追击解放台湾，并在苏联协助下着手组建海军，研拟渡海登岛方案。然而时局瞬息万变，关键转折点出现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就在同年年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发表谈话，称美国的太平洋防线不包含台湾，这让北京一度认为美国不会干涉解放台湾的行动。然而6月的韩战打破了这个判断，当月美军第7舰队奉杜鲁门总统之命驶入台湾海峡，宣誓拦阻任何一方改变台海现状，这等于为台湾穿上了一层保护衣，也让解放军原本可能的登岛计划被迫搁置。对北京而言，这是头一次直接感受到美国武力介入台海事务所带来的严峻现实。在朝鲜战场上，中美两国已经短兵相接，北京不愿在同一时间再与美军在台湾海域爆发冲突。就这样，台湾暂时逃过了50年代初期可能面临的武力统一命运。彼时，中国刚经历常年战争，百废待兴，也需要时间休养生息，集中精力应对国内建设。因此，在韩战的阴影下，武力解放台湾的议题被暂时搁在一旁。不过，北京并未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图，而是在寻找更好的时机。韩战停火后，随着50年代中期中国国力和军力逐渐恢复，大陆开始以其他方式对台施压。1958年爆发的金门炮战，又称823炮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年8月，大陆解放军突然对台湾控制的金门岛发起猛烈炮击，试图震慑台湾当局，同时也试探美国的反应。毛泽东此举除了军事目的，也希望借炮声鼓舞大陆民心，向国内宣示其解放台湾的决心。炮战持续了几个月，使得台海局势一度高度紧张。美国当时与中华民国政府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美军不仅协助台军运补，甚至考虑过使用战术核武来防止共军登岛。可见，北京的挑战引发了美方极为强硬的反应。在美强力支持下，金门最终没有失守，这场炮战以北京宣布单方面停火而告终，之后演变为单日打、双日停的隔日炮击模式，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据史料记载，毛泽东下令隔日炮击，保存实力的同时，也不使美方难堪。金门炮战显示出北京虽有决心以武下阻台北，但也谨慎地控制冲突规模，避免升级为与美国正面开战。对北京而言，彼时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军实力有限，跨海登陆作战的确存在巨大风险，而美国干预更是不可测的威胁。由此可见，早在冷战高峰期，北京就已经意识到武力攻台必须考虑美国因素，不能贸然行动。进入60至70年代，台海进入一段相对稳定的僵持期。这期间，国际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中国席位，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随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出现突破，双方发表《上海公报》。在该公报中，美国首次以书面形式对一个中国原则表示尊重，为美国日后逐渐降低对台支持做了铺垫。对北京而言，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有助于抗衡苏联威胁，同时也意味着有机会削弱美国对台支持。最终，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转而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与台北当局断交。
美军也在同年撤出了台湾，台北驻军、美军顾问团等完全撤离，台湾失去了长达数十年的美军保护伞。表面看来，这似乎为北京武统台湾移除了最大的国际障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就在中美建交同年，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承诺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卫性军事装备，并声称任何试图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行为，都将构成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美国将予以严重关切。换言之，外交上美国不再与台湾有正式同盟，但通过国内立法，美国实际上给台湾提供了一道安全网。北京当局自然明白这部法律的含义，美国并未真正放手台湾，一旦大陆诉诸武力，美国极可能以某种方式介入。在此背景下，邓小平时期的中国对台政策转趋谨慎务实，更加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倡议。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多次表示，两岸统一问题可以留待后人解决，甚至说过，我们等上100年也没问题。这样的话，一直只要最终能实现统一，短期内暂不急于动武。1981年底，时任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提出了对台湾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勾勒出一国两制的蓝图。统一后，台湾可以保留军队，保持社会制度不变，享有高度自治等。对北京而言，这些让步是争取台湾和平回归的诚意表现。同时，这一时期大陆将主要精力投入经济建设，优先发展生产力，以期提升综合国力。北京深知，只有国力增强，未来才有实力解决台湾问题。与此同时，北京也试图以和平姿态感召台湾民心，例如1987年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等措施，都是希望伪将来统一累积良好条件。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北京采取的是暂不急统，以养精蓄锐的策略。然而，和平统一的前景并未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自动到来。进入90年代，台湾的政治环境和民意出现新的变化。1990年代初，李登辉成为台湾领导人后，两岸关系经历了短暂的融冰。1992年，海峡两岸达成了著名的9·2共识，也就是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对其含义各有表述的共识。在此基础上，1993年两岸两会负责人汪道涵和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谈，史称汪辜会谈，开启了两岸官方交流的序幕。然而，随着李登辉后期政治立场日趋本土化，两岸互信迅速流失。1995年，李登辉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引发北京强烈不满。为了警告台北当局不要朝台湾独立方向迈进，北京在1995年至1996年间，于台湾周边海域进行了系列飞弹试射与军事演习，史称台海飞弹危机。期间，解放军的东风导弹曾飞越台湾上空，意图震慑岛内民心。面对飞弹威胁，台湾社会最初出现短暂的恐慌，但很快恢复镇定。北京的武下并未动摇台湾民众对本土政府的支持，反而激起更强的反独意志。与此同时，北京的军事动作招致了美国更直接的干预。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下令2个航母战斗群驶向台湾附近海域，以实际行动表明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面对美军的示威，北京选择适可而止，于1996年台湾总统选举前夕结束了演习。这次危机充分显示，即便90年代中期解放军军力已有显著提升，但与美军相比仍有相当差距。北京无意在当时与华盛顿正面冲突，最终台湾在美国保护伞下举行了首次总统直选，台海危机暂时平息。对北京来说，这次事件既是一次试探，也是一堂课，既要防止台湾朝着法理独立方向走得太远，又要避免擦枪走火，引发不可收拾的大战。因此，90年代后期，大陆对台策略转向斗而不破，也就是透过外交孤立和适度军事施压来遏制台独，同时避免真正开战。千禧年之后，两岸关系继续曲折起伏。21世纪初，台湾经历了第一次政党轮替。2000年，主张本土意识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总统。陈水扁政府时期，台湾岛内
去中国化，趋势明显。他甚至提出一边一国等论调，极力淡化两岸联系。大陆对此极为警惕。2005年，北京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将防止台湾分裂明确入法，宣示如果出现台湾正式走向独立等重大事变，大陆将不承诺放弃使用非和平手段。这部法律是对台独势力发出的严厉警告，也是在为日后可能的武统行动寻找法律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仍然将主动发动攻击作为最后不得已的选项，而非立即采取行动。事实上，2008年前后，两岸关系一度迎来缓和契机。马英九执政后奉行较为友善的两岸政策，宣示不统、不独、不武，两岸交流迅速增多，经贸联系愈发紧密，还签署了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 ECFA 等重要协议。两岸关系最热络时，每年有数百万陆客赴台观光，双方几乎形成半个经济共同体。2015年，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实现了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面，开创了两岸高层直接对话的先例。然而这种和缓并未持续太久。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运暴露出台湾年轻世代对与大陆过度靠拢的警惕。2016年，民进党蔡英文上台，他拒绝承认9·2共识，导致两岸官方互动急动。随着蔡英文2020年高票连任，以及台湾本土认同感不断提升，北京对台政策再度趋于强硬。最近几年，尤其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台海局势又陷入多事之秋。2020年以来，解放军军机频繁巡航，台湾周边空域几乎已成为常态化的绕台军事压力。据统计，解放军军机扰台架次从2016年时每年不到10次，激增到2021年后每年超过上千架次。台湾防空部队疲于应对，北京此举旨在对台湾当局和支持台湾的外部势力，主要是美国发出警告。同时，华府方面也展现出更积极的挺台姿态。美国高层官员多次访台，国会通过了台北法案、台湾旅行法等提升美台关系的法案，对台军售案更是频繁出炉，提供包括战斗机、飞弹在内的先进武器。甚至有报道称，美军特种部队已秘密进驻台湾，协助训练台湾军队，双方互动使得台海情势更加剑拔弩张。2022年，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不顾中方警告，执意访问台湾，这是25年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美国政要。上一次有美国众议长访台还是1997年。佩洛西之行被北京视为对中国主权和国家尊严的严重挑衅。作为回应，解放军随即在台湾周边海空域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军事演习，实弹射击的飞弹甚至飞越台岛上空，多个演习区块几乎将台湾本岛包围，这被视为解放军对台实施半封锁的预演。一时间，台海紧张程度飙升至数十年罕见的高度。国际媒体形容，台湾宛如进入了一场实弹版的古巴飞弹危机。尽管如此，在如此激烈的军事施压下，北京仍然把握了分寸，演习限期进行，并未真正登岛，也没有与临近海域的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换言之，中方展现了强硬态度，但仍避免将事件推向失控的战争边缘。从这次危机可以看出，北京对于武力攻台依然保持极高的谨慎，在向内外各界宣示不惜一战决心的同时，又巧妙地避免了战端的实际开启。演习结束后，解放军并未撤回对台高压姿态，仍持续在台海附近巡航，显示北京对台警戒将成为新常态。纵观70多年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一条清晰主线：北京在处理台湾问题时，始终在强硬表态与谨慎克制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大陆从未放弃武统选项，每当台湾出现明显的朝独倾向时，北京都会通过外交手段或军事演习予以严正警告，力图不战而屈人之兵。另一方面，北京又总是设法将事态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尽量避免与美国等大国直接爆发军事冲突。官方口号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底线是绝不放弃使用武力。这种能不战则不战，但绝不放弃战的战略忍耐与威慑并举方针一直贯穿至今。
体现的正是斗而不破的艺术。那么，北京为何采取如此克制而耐心的策略？究其原因，有多重考量与顾虑交织其中。首先，无可回避的是美国因素。自韩战以来，美国就是台湾最重要的外部靠山，无论军售、情报还是外交支持，美国都给予台湾巨大的支撑。虽然美台之间没有正式同盟，但长期以来实质军事合作从未中断。北京官方常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干涉，但现实是美国的介入使台海问题国际化。北京清楚，一旦对台动武，几乎不可能不与美国发生对抗。尤其是近年来，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公开表示美军将保卫台湾，尽管白宫事后淡化称政策未变，但此类表态已令北京更加不敢掉以轻心。如今解放军军力虽大幅提升，但与经验丰富、环球部署的美军相比仍有差距。美军拥有多支航母编队、全球基地和实战经验，而解放军自1979年后就未再经历大规模战争。更何况美国还有日本、澳洲等盟友相助，地缘上日本与台湾更是唇齿相依。日本在冲绳和琉球群岛驻有大量美军，一旦台海开战，日本极可能为美军提供基地支援，甚至直接参战。澳洲也透过与美英组成的 AUKUS 联盟等方式明确站队。一场台海战事很可能演变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冲突，这是崛起中的中国最不愿面对的最坏情境。此外，中美都是核武国，一旦直接交火，核战风险将随之而来。北京决策者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必然慎之又慎，利弊陷入与美国正面军事冲突的陷阱。其次，从军事角度考量，武力犯台本身就是极其复杂且风险高昂的行动。两岸相隔约130公里的台湾海峡是天然屏障，即便对现代化军队而言也是重大挑战。两栖登陆被视为现代战争中难度最高的作战样式之一，需要夺取制空权、制海权，并投入大量兵力协同作战。历史上的诺曼底登陆，即便盟军拥有绝对制空制海优势，仍付出惨重伤亡，可见登陆作战的残酷。一旦解放军登陆受挫，伤亡惨重，战局将急转直下，而再组织第二波攻势更会困难重重。近年解放军虽新造多艘两栖攻击舰和大型登陆舰，加强了海军与空降兵力量，但要跨越海峡进行大规模登陆仍然充满未知变数。台湾方面也并非手无寸铁，尽管总体军力远逊于大陆，但多年来在美国协助下部署了大量反登陆武器，包括先进的反舰飞弹、高机动岸防火箭以及缜密的海岸防御工事等。台湾军方近年更推行不对称作战战略，加强各种可重创登陆部队的武器，如布雷艇、无人机和巡弋飞弹等。如果解放军企图闪电突袭登陆，台军可能一时守不住滩头阵地，但若台湾及早预警，做好防御，在滩头重创登陆部队，战局就可能陷入拉锯。战争从不按剧本发展，一旦僵持拖延，国际介入的可能性将大幅上升，局势对中国更加不利。北京深知武统行动必须确保速战速决，但要获得这种绝对把握殊为不易。有军事专家推测，攻台初期双方伤亡恐以万计，这对习惯和平的大陆社会将是巨大的震动。因此在未具绝对胜算前，领导层不敢轻易贸然出击。第三，经济与国际环境的顾虑不可小觑。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高速增长，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全球体系高度融合，两岸每年贸易额高达数千亿美元，台湾也是大陆半导体等产业的重要供应者。如果对台动武，引发西方国家全面制裁和封锁，中国的对外贸易、技术进口、金融体系都将遭受巨大冲击。俄乌战争提供了一面镜子，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后，美欧联合祭出严厉经济制裁，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系统，冻结外汇资产，众多跨国企业亦撤出俄国市场，令俄国经济元气大伤。中国经济体量虽远大于俄罗斯，自身产业链也更完整，但也更加依赖国际市场和技术交流。一旦因武统台湾而成为西方围堵打击的对象，中国多年发展成果可能毁于一旦。尤其中国对石油等战略资源的进口，
严重依赖海上航道，近80%原油需经马六甲海峡运抵中国。一旦战时美国封锁马六甲，中国能源命脉将被扼住，工业和交通将陷入瘫痪。而即便不谈制裁和能源，中国武力犯台也几乎注定引发全球供应链断裂。台湾掌握着全球电子产业的关键环节，以半导体为例，台积电生产了全球过半先进晶片。若台海爆发战争，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将被毁灭或中断，中国自身的科技工业也将遭受沉重打击。北京当然不愿轻启战端，把自己辛苦建立的现代化经济置于险境。此外，国际舆论和外交压力也必须考量。台湾问题在国际上高度敏感，如果大陆率先发难，即便一些发展中国家理解中国立场，西方几乎肯定会将中国描绘成侵略者，以此联合更多国家对华施压。中国苦心经营的国际形象将毁于一旦，外交空间大幅压缩。对一向注重国际声望和长远布局的中国领导层而言，这些都是绝不能忽视的成本。第四，国内社会稳定与政权安全的考量同样影响决策。中共执政以来，政权合法性部分建立在民族舆情和国家统一的承诺上，收复台湾在官方话语中被视作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一环。然而执政者也清楚，若贸然开战，而战事不顺，国内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动荡。中共长期宣传统一志在必得，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但这也是双刃剑，一旦开战失利，民意反噬的风险极高。如果攻台行动惨胜乃至失败，解放军遭受重大损失，伤亡消息传播开来，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的大陆民众能否承受如此巨大代价？届时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可能激增，哪怕平时最支持武统的民族主义者，看到期望中的胜利没有到来，转而责怪政府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甚至连中共的执政地位都可能因一次错误的战争决策而受到动摇。历史上，阿根廷军政府因马岛战争失利垮台的前车之鉴，北京是不会忘记的。对极度重视政权稳定的北京当局而言，这种风险绝对不可接受。因此，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领导层宁可忍耐暂时统一未完成的局面，也不会轻易铤而走险。与其冒险开战，不如以目前局部施压的手段遏制台独，维持现状，显然来得更稳妥。实际上，2022年佩洛西访台时，大陆舆论场一度充斥开战的激烈呼声，但北京最终只进行了有限度的军演回应，并迅速封锁了网络上的极端言论。这说明北京在战争决策上对内部民意的拿捏极为谨慎，不会让民间情绪左右自己的步调。此外，台湾社会的变迁也影响北京决策的判断。随着岁月推移，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发生了巨大转变，尤其在解严民主化后成长的一代台湾人中，自认台湾人而非中国人者比例大幅提高。当前调查显示，年轻世代中认同中国者已不足一成。北京深知时间并非完全站在自己一边，拖得越久，台湾年轻世代对统一的抗拒可能越来越强。香港在2019年的巨变更使台湾民心迅速远离大陆，北京对此也是看在眼里。如今台湾朝野对一国两制几乎全盘否定，未来即便通过武力统一台湾，如何治理这块民心不向的土地将是极棘手难题。岛内可能出现长期的不合作运动与抵抗，大陆不仅需投入庞大维稳力量镇压，还将面对国际社会强大的道德谴责。一些大陆学者甚至担心，再过20年，恐怕连认同一个中国的台湾长辈都寥寥无几了。换言之，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随时间流逝正日益弱化，这无疑在倒逼北京思考是否需要在某个节点前采取行动，以免错失统一良机。大陆希望等待外部环境转好，例如美国实力相对下滑，国际格局朝有利于中方方向发展，但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台湾内部民意每况愈下的趋势。这种两难局面决定了北京在何时以及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上必须进行精细的权衡。综合以上种种因素，不难理解中国大陆为何迟迟未对台湾动武，这并非单纯的不敢，而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战略忍耐。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所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政府具有难以置信的耐心、韧性以及决心。这一语道破，揭示出北京奉行的是一种长远博弈的策略。2022年，黎安友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表示，北京在台湾问题上依然在下长远的一盘棋。他强调，与其冒着高昂代价武力夺取台湾，或赌上一切却可能因战败而永远失去台湾，不如耐心等待台湾最终自行向统一低头。他还引用中国古代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念来形容北京的方针，也就是通过不断展示实力和毅力，在不开战的情况下令对手最终屈服。黎安友的言论在西方舆论中引起极大震撼，因为他与许多预测中国将很快动武的论调截然相反，一时间令不少好战言论哑口无言。从近期国际局势看，北京坚持战略忍耐的理由更加充分。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就是一个例证。俄罗斯原以为可以闪电击溃乌克兰，却陷入持久苦战。西方制裁和军援让俄国付出沉重代价。这场冲突对北京决策者产生了明显警示，即便军事强国，在现代战争中也可能遭遇意料之外的困境。北京高层深知，自己若轻启战端，国际反应只会比莫斯科遭遇的更猛烈，因为中国与西方经贸联系更深。俄乌战争后，美国及其盟友更高调推行印太战略，加强在亚太的同盟布局，甚至讨论组建亚洲小北约，明显是针对中国可能的对台行动在提前准备。美日等国频繁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演，模拟区域冲突场景，也是在为台海战事预演。黎安友分析指出，中国领导层不想重蹈莫斯科覆辙，不愿贸然掉入华盛顿预设的陷阱。相反，北京打算像下围棋那样经营台海问题，而不是像下西洋棋那样追求一步到位的速胜。围棋讲究全局耐心经营，渐进包围，这正符合中国的长远战略思维。北京相信时间站在自己这边，可以等1载、5载、10载，逐步在实力上压倒对手，而美国未必拖得起，因其自身内政撕裂、债务沉重等问题日益凸显。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北京不可能无限期的等下去，毕竟台湾民心在变，美国的围堵也在强化，但至少在当下，以时间换取空间仍是北京的基本盘算。部分军事专家甚至推断，中国不会让统一大业拖过2030年。不过这种说法并无官方依据。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当前在台海问题上采取的是渐进升压，但谨慎克制的路线。一方面，持续强化军事准备，研发航母、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式武器，加紧登陆作战演练；在外交上则孤立台湾，削减其所谓邦交国数量。目前台湾仅剩13个邦交国，务求在气势上压倒台湾，使其士气日渐低落。北京还运用经济诱因与压力并举，一方面吸引台湾企业和人才赴陆发展，另一方面限制台湾商品输入，试图削弱台湾的经济活力和民心信心。同时，大陆通过统战宣传对台湾舆论渗透施压，宣扬统一不可避免的讯息，以动摇台湾的抗拒意志。另一方面，北京又刻意将行动控制在不开第一枪的范围内，在给予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强大压力的同时，避免激化出立即爆发的冲突。这种做法正是战略忍耐在现实中的体现，耐心的等待最终能够不战而胜的机会。如果形势始终无法如愿，也至少要等到自身实力和国际态势更为有利之时才动手。当然，若未来台湾或国际局势出现突破北京红线的巨变，北京的克制也可能立刻让位于雷霆一击。展望未来，台海局势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北京的耐心并非没有极限。习近平曾表示，台湾问题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透露出不愿将统一大任无限期往后推的决心。一旦台湾朝着法理独立迈出实质一步，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越过北京设下的红线，例如直接派兵驻扎台湾，战略忍耐的空间就会消失，武力一击的决心将大幅提高。届时北京很可能立即启动既定的作战方案，不给台湾和美国额外准备的时间。在中国国内，统一台湾被视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在21世纪中期趋近乃至超越美国，北京或许会更有信心，也更有压力在那时了结台湾问题。有分析推测，2027年前后适逢解放军建军100周年，2035年是解放军既定的现代化目标年，2049年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这些时间节点都可能成为北京考虑解决台湾问题的窗口，但这些仅属猜测，真正决定因素仍是当时的实力对比和国际环境。如果10年、20年后，中国军力足以压制美日联军，经济足以承受制裁风暴，而台湾岛内依然拒绝统一，也许北京就不再犹豫，武力选项恐将成为现实。然而在那之前，除非出现重大突发变局，这场没有硝烟的对峙预计还将持续下去。我们也需警惕，在高强度对峙中发生误判或意外摩擦的风险正上升，各方必须保持沟通，以避免擦枪走火。总而言之，中国为何不敢武统台湾的背后，是一场复杂的耐心博弈。这并非出于胆怯或仁慈，而是一种高层次的战略计算。北京在等，他等待的不仅是更强大的军事实力，更是一个更好的时机。他考量的不仅是能否打赢战争，还包括打赢后要付出的代价，以及由此引发的长远影响。从历史经验到现实局势，中国大陆选择暂缓动武，以时间换取优势，以拖待变，静观其变。当然，这场漫长的博弈对台湾而言也是一道严峻课题。和平与战争之间，台湾如何在夹缝中确保自身安全与发展？未来台海的走向取决于北京战略忍耐的持久度、华盛顿介入意志的强弱，以及台湾民心凝聚与应变的智慧。70多年的坚持与克制换来了当下脆弱的平衡，我们只能希望各方继续保持冷静，不轻易打破这得来不易的和平。毕竟，一旦算计失误，战端开启，将是整个区域乃至全世界都难以承受的灾难。历史的脚步虽然不停向前，但我们祈愿它不必以战火和生命为代价，唯有让理性与克制战胜冲动与对抗，台海方有望在不战中迎来和平统一与长久安宁的那一天。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台湾会被称作全球最难攻打的岛屿。有些军事迷可能听过这样的说法，中国解放军3天内就能武力统一台湾。然而，这种3日攻台的论调，不仅台湾人听了觉得可笑，连许多国际军事专家都摇头不信。事实上，连美国五角大楼在多次军事推演后都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台湾是全世界最难被攻下的岛屿，不是之一，而是排名第1的难攻之地。既然如此，为什么北京当局70多年来扬言解放台湾，却始终迟迟不敢动手？今天就让我们从头说起，深入探讨这背后盘根错节的真相。首先，我们来破解几个常见的迷思。有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军力远不如中国大陆，一旦开战就是螳臂当车，瞬间被消灭。这种想法其实混淆了攻防态势。防守一方往往有地利优势，即使兵力较少也能以寡击众，以守待攻。台湾并不需要进攻大陆，只需要坚守本岛，拖住侵略者的攻势。历史上许多弱小的一方都曾凭借有利地形守住家园，让强大敌军陷入泥沼。其次，也有人主张，中国要是全面进攻，台湾早晚守不住，不如省下军费，免得做无用功。这种认知看似理性，实则背离了下组战略的精髓。正因为防守困难，台湾更需要透过强化军备来提高侵略者的攻击门槛。换言之，就是要让对手觉得攻台的成本高到不值得出手。这其实已经在发生。北京高层虽对武统台湾虎视眈眈，却迟迟没付诸行动，就是因为他们深知动武的风险与代价极高。只要台湾持续增强防卫，使解放军每天都在权衡，不划算，那么战争发生的几率就会降低，或至少被一再推迟。甚至还有一种荒谬的论调，到时候共军来了，我就挥舞5星红旗投降，这样他们会善待我。抱持这种想法的人，恐怕对集权政权的现实认识不足。侵略者不会因你的投降就对你客气。一旦台湾落入对岸军管统治，等待人民的多半是高压统治和自由的丧失。我们只要看看近年的香港变局，
或者历史上被占领地区人民遭遇的待遇，就知道这种寄望于侵略者开恩的想法有多天真可笑。事实上，许多亲北京的网络舆论对攻台之战存在着天真的幻想，他们中有人鼓吹所谓千船齐发、全民皆兵，仿佛解放军只要出动几万渔船混杂在商船中，就能轻松运载大军渡海。还有人信誓旦旦地说什么解放军特种部队可以潜水、游泳、偷渡上岸，在台湾内部搞内应响应。这些听起来像是小说情节的桥段，在现实中完全行不通。台湾与美国的侦察卫星和预警雷达会全天候监控中国沿海动态，数以万计的船只不可能瞒天过海而不被察觉。而且渔船、民船不具备登陆作战能力，一旦战争爆发，台湾方面不会有丝毫犹豫，无论军舰、民船，统统先打再说。至于让士兵人肉游泳几十公里渡过海峡，更是荒诞不经。别说人，就算泳技再高超的运动员，都无法在海上避开巡逻的舰艇和直升机，更不可能携带武器装备登陆。不切实际的狂想有很多，但正规的战争规则却毫不留情。只要动真格，任何偷鸡摸狗的招数都将被粉碎在钢铁洪流和炮火之下。现在，我们就从天时与地利两方面看看台湾为何易守难攻。首先是地理环境，台湾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屿，台湾海峡天险成了最好的天然屏障。这条海峡最窄处约130公里，不要小看这区区100多公里的距离，在茫茫大海上，这相当于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当年国共内战末期，解放军兵锋正盛，却在1949年登陆金门失利后，就再也没能越过金门、马祖，更别说渡过更宽广的台湾海峡。历史上，跨海远征往往充满风险。13世纪，蒙古帝国2次兴兵渡海攻打日本，都因为遇上台风惨败，留下了神风的传说。现代战争科技虽然进步，然而大自然的威力依旧不可轻忽。台湾海峡的恶劣天候更是让侵略者头痛，一年之中只有极有限的时段适合大规模渡海行动。由于每年夏季有台风来袭，冬春季又有强劲的东北季风，使得海峡经常波涛汹涌。据美国海军的研究，在一年里比较平稳的攻击窗口大概只有2个，一个是每年5月到7月初夏期间，另一个是在10月左右短暂的空当。解放军若想渡海，最好挑在这几个月份，否则就得冒着狂风巨浪的风险出航。如果时机选得不好，海象恶劣，运载部队的登陆舰队可能还没靠近台湾海岸，就因风浪损失惨重。想象一下，在惊涛骇浪中，数百艘载满士兵和坦克的船只颠簸分散，这对进攻方将是场灾难。当年2次大战盟军筹备诺曼底登陆时，就为了天气苦等时机，选在浪较小、月光微弱的清晨突击。对于攻台行动来说，气象条件同样攸关成败，稍纵即逝的天气窗口将大大限制解放军发动攻势的时机。就算解放军成功克服海峡天险，平安抵达台湾岸边，迎接他们的将是更严峻的地利挑战。台湾崎岖复杂的沿岸地形，台湾的海岸线可不是随便哪里都能轻易登陆。据常年研究两岸军事的专家评估，全台真正适合大规模2栖登陆的滩头可能不到20处，有种说法是只有14处主要登陆场。然而，这些寥寥可数的登陆点，每一处背后都隐藏着让进攻方头痛的地形障碍，要不是紧邻高山悬崖，就是贴近密集的都市建筑。美国战略研究学者易思安就形容，台湾的沿海地形对防御者而言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天然堡垒。解放军纵使在沙滩上登陆成功，放眼望去不是陡坡就是高楼，根本没有广阔平原让他们长驱直入，取而代之的是一步一险，仿佛踏进层层陷阱。举例来说，北部桃园、新北一带的海岸有几处沙滩被视为解放军可能的首波登陆选项，因为一旦上岸，距离台北首都圈较近。然而这些海滩的背后，立刻就是台北都会区的丘陵和建筑丛林，守军可以居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形火力全开，而攻上岸的解放军部队反而陷入狭窄地形和密集巷弄，寸步难行。中部的彰化
云林沿海表面平坦，但泥泞沼泽遍布，河川交错，坦克和重装甲车辆稍不注意就可能深陷泥淖，很难快速推进。南部的台南、高雄附近拥有大型港口和沙滩，看似理想的登陆目标，可那同时也是台湾军队布防多年的重地。比如高雄左营军港和空军基地就在附近，一旦有沦陷危险，台湾守军势必会先破坏港口设施，炸毁机场跑道，宁可毁掉也不让敌军利用。攻上南部滩头的解放军很可能还没等扩大战果，就先要面对守军不计代价的反击与焦土策略。至于东部海岸，则几乎无处下手，花莲、台东一线多是山脉直冲海岸形成的悬崖峭壁，没有宽广的滩岸可供师级部队登陆集结，连接花东的公路和隧道又少又易守，东岸简直就是天险屏障。解放军如果绕到东部登陆，只会发现自己进退维谷，被高山和大海夹击在狭窄空间，后勤更难维系。此外，不要忘了台湾还有外围的岛屿防线，比如台湾海峡正中间的澎湖列岛，上头部署有雷达站和飞弹基地，俯瞰整个海域。澎湖本身地势平坦开阔，防守不易，也许北京方面判断攻下澎湖相对容易，然而澎湖守军肯定不会坐以待毙，一旦战事爆发，澎湖的飞弹和火炮会率先对登陆船团予以痛击。即便共军付出代价占领了澎湖，真正的挑战还在后头。台湾本岛距离澎湖还有数十公里，且得到预警的本岛守军早已严阵以待，沿岸火网只会更加密集。反过来说，如果解放军绕过澎湖，直接奔袭台湾本岛，又得承受背后澎湖基地可能对其侧翼的威胁。至于金门、马祖这类贴近大陆的小岛，虽然战略价值不如澎湖，但历史经验早已证明，攻占他们也绝非易事。1949年的古宁头战役，共军就是低估金门守军，结果遭遇惨败。今天的台湾本岛要比金门大上100倍，地形更险，解放军如果连小小金门都曾拿不下，又谈何轻易攻克整个台湾呢？总而言之，台湾的地形结构使之成为一座难以攻破的堡垒。登陆台湾的解放军将不得不面对多重地形挑战，先是在沙滩上挨炸挨枪，然后要涉过沼泽河流，再爬上山坡峡谷，最后还要进入城市巷战。在每一种地形环境下，防守方都能利用优势予以重创，而进攻方得随时切换不同战术和装备应对。美国智库学者林碧莹就指出，登陆台湾仅仅是问题的开始，后续穿越湿地、山区和高度都市化地带，每一步都需要不同类型的部队和武器支援。而更关键的是，这些登陆部队即使站稳了脚跟，并准备向内陆推进，又该如何维持补给线？漫长又脆弱的后勤补给将是解放军挥之不去的梦魇。从军事史的角度看，跨海2栖入侵一直是最艰巨的军事行动之一。强如拿破仑和希特勒在各自时代席卷欧陆，却都因英伦三岛隔海相望而无法征服。拿破仑曾准备浩大的登陆英国计划，最后因英国皇家海军的强大守卫作罢。希特勒在二战初期也制定过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但由于无法取得制空权与制海权，计划终究流于纸上谈兵。反之，历史上成功的2栖作战往往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二战太平洋战场，美军从1942年瓜达康纳尔岛战役开始，一路跳岛推进，每登陆一座岛屿都需经历血战。硫磺岛战役中，仅面积不到台北市大小的一座火山岛，驻守的日军不到2万人，却让7万美军奋战超过1个月，付出近7000阵亡、26000伤者的巨大代价才攻下。之后的冲绳战役更是变成人间炼狱，美日双方合计伤亡超过25万人。这些战例说明，只要防守一方决心死守家园，即使兵力劣势，也能让攻方付出射人的惨烈代价。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年的硫磺岛、冲绳的守军都缺乏外援，且武器相对落后，即便如此，仍造成攻方巨大伤亡。而今日台湾的防御力量和国际支援远非当年日军可比，一旦作战爆发，解放军承受的伤亡恐怕只会更高。再看欧洲战场，盟军1944年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第2战线，是史上最大规模的2栖进攻。然而即使盟军在制空制海上均压倒德军，
仍付出了至少1万人的伤亡才站稳滩头。诺曼底战役常被拿来与台海做对比，军事分析家普遍认为，如果解放军对台动武，所需投入的兵力规模、后勤复杂度和潜在伤亡数字将远超诺曼底登陆。台湾的地理、设防和反击能力使它比当年的诺曼底海岸更难攻略，难怪有人断言，攻打台湾对解放军而言将是不可能的任务，就像当年纳粹入侵不列颠一样遥不可及。再来谈谈后勤补给问题。军事迷常说，业余研究战术，专家研究后勤。战争打的就是补给线，一支远征部队要征服台湾这样的岛屿，必须维持巨大的海上运输线。解放军如果成功在某处抢滩登陆，接下来就需要不断有后续部队和补给船队跨海跟进，把更多兵力、坦克、火炮、弹药、粮食源源送上岸。这条补给走廊长达100公里，全程暴露在台湾守军和可能介入的盟军攻击范围内。台湾有各式反舰武器，包括雄风系列反舰飞弹、潜艇、鱼雷等，可以对渡海的运输舰队造成严重打击。一旦某批增援船团在海上被拦腰斩断，前线登陆部队将孤立无援，弹药耗尽，伤兵得不到医治，后果可想而知。侵台部队稍有不慎，就可能重演历史上深入敌境补给断绝的惨剧。对比之下，防守的台湾军队却拥有内线补给优势，在本岛机动调配资源相对容易。更要命的是，解放军现阶段的2栖运输能力恐怕无法满足侵台所需的庞大兵力。要想有效占领台湾，有专家估计可能需要投入上百万兵力，而初期至少得有数十万人登陆。不过据外界评估，中国现有的登陆舰船数量一次也许只能投送2-3万人上岸，这意味着第一波登陆部队将极其孤注一掷，他们人数不占优势，却要正面冲击守军数十万大军。如果第一波无法迅速打通港口、机场，让后续大部队登陆，那这几万人随时可能被台湾守军包围歼灭。想想看，台湾现役部队20多万，后备部队100万计，即使只有一部分投入第一线，也远多于区区几万来犯之敌。除非台湾军民整体溃散，不然登陆的解放军很难长时间撑住。这就像2战诺曼底登陆时，如果盟军只派区几万人上去，却没跟上增援，那也早已被德军赶下海了。为了解决兵力投射不足的困境，解放军可能考虑一些非常规手段，比方说在全面进攻前派出特种部队或间谍渗透台湾内部，企图瘫痪防御系统，或者奇袭夺取机场港口，希望迅速打开运输通道。然而台湾对此类剧本早有防备，重要的港口和机场都有严密防卫和预设破坏计划，与其让敌军利用，不如彻底毁掉。就算少数敌特渗透，也难以瘫痪整体防御网。另一个冒险方案是实施空降作战，派大批散兵直袭台北等关键城市，意图斩首政府首脑，造成指挥瘫痪。但空降作战要成功，有个前提是制空权和奇袭效果。大型运输机群若在台湾上空没有完全压制的掩护，无异于火把。台湾密布的防空飞弹和战斗机会让天空变成绞肉机。事实上，2022年俄乌战争初期，俄罗斯曾派空降兵突袭乌克兰首都机场，结果反被乌军包围消灭，损失惨重。这给世人再次上了一课，没有制空权的空降行动只会自取灭亡。解放军若妄图以直升机或伞兵大规模袭击台湾内陆，也将面临类似的命运。针对中共军力上的优势，台湾近年也调整国防思路，强调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所谓不对称，就是以小博大，以弱制强，专门发展能克制敌方弱点的战力。与其投入庞大预算去造同样昂贵的武器和共军拼消耗，不如花小钱办大事，打造一支灵活的刺猬部队。例如，台湾已逐步增加岸置机动飞弹部队，藏匿于机动发射车中的雄风反舰飞弹和天弓防空飞弹能在开战时四处机动，不易被定位摧毁，却能不断偷袭解放军舰队和战机。再如，大量布设水雷和陆地地雷，可以迟滞敌军进攻脚步。配备单兵肩射防空、反装甲飞弹，如刺针飞弹、标枪飞弹，
的中小型部队则可灵活伏击坦克集群或低飞直升机。这些轻巧但致命的武器已在俄乌战争中证明威力。乌克兰士兵依靠标枪和毒刺就重创了俄军装甲部队和直升机群。台湾若将全岛变成一只浑身是刺的豪猪，解放军就算登陆，也将深陷万箭齐发的陷阱，处处挨打。美国军方和智库学者近来频频强调，台湾应建立人人皆兵、处处皆阵地的全民防卫构想，把城市巷弄变成迷宫，把高山丛林变成堡垒，让解放军寸步难行。台湾军方也朝这方向备战，例如强化后备军人训练，扩充飞弹产能，务求提升下组力量。当然，解放军并非没有察觉上述种种困难，为此，他们这些年来持续进行军力现代化和针对性演练，试图补足攻台战力的不足。例如，中国海军近年来下水了多艘大型两栖攻击舰，能搭载气垫船、两栖战车和直升机，以提高登陆作战的机动性。同时，他们也在加练三军联合作战，包括利用导弹和电子战进行滩岛攻势，期望开战第一击就重创台湾防御。解放军还发展了所谓反介入武器系统，例如东风 21D、东风26等反舰弹道导弹，被号称为航母杀手，目的在于威慑美国航母靠近台海。然而，纸上谈兵终究与实战不同，新舰艇和导弹再多，也要实际运用才能见真章。解放军欠缺实战经验，特别是复杂的跨军种协同方面。美军专家指出，和平时期靠演习很难模拟真实战争的混乱与摩擦，解放军内部自上而下的体制僵化问题也可能在战时成为弱点。此外，再精良的武器也需要人来操作，解放军士兵大多年轻缺战经，能否在高强度战场上发挥装备效能也存在疑问。换言之，中共叛命武装自己并不代表就能轻易解决台湾，他们顶多是减少一些难度，但无法改变根本上的登岛战困境。事实上，有西方分析直言，中国即使再等10年20年，即便装备再翻新一代，要夺取台湾仍将是极为艰险的挑战。同时，台湾这边的人心士气和国际支援让侵略者更难得逞。所谓人和，也是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台湾人民经历多年的民主洗礼与本土认同，高度珍惜自由生活，并不会对侵略者屈服低头。看看2022年乌克兰如何顽强抵抗俄罗斯的入侵，就能明白，当一个民族被激发出保卫家园的决心时，所迸发的力量有多惊人。乌克兰军民的韧性给了台湾极大启示，弱小不代表投降，钢铁意志可以弥补武力的劣势，台湾军民同样会为了自己的家园奋战到底。相反地，解放军士兵真的敢毫无畏惧地登陆台湾拼命吗？他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平时缺乏实战历练，若看到身旁战友大量伤亡，士气能否维持是个疑问。尤其当他们发现台湾人并不把他们当同胞迎接，而是当侵略者痛击时，心理落差将非常大。澎湖的文史工作者陈英俊就说过，我们的士兵都是台湾人，会为保卫家园而战，这就有差。看看乌克兰吧，这种捍卫家园的强大意志将是台湾抵抗的重要支柱。正因为直接登陆作战困难重重，一些军事分析人士推测，北京可能选择其他曲线手段对台动武，例如封锁作战或灰色地带冲突。所谓封锁，就是解放军不直接登陆，而是出动海空力量包围台湾，切断台湾的对外联系和补给航线，逼迫台湾就范。表面上看，封锁行动的风险似乎低于全面登陆，但实际上要真正封死台湾并不容易。台湾有多处港口和空运渠道，国际社会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台湾被闷死。一旦北京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很可能号召盟国以船团护航等方式突围解围，届时双方交火仍然难以避免。此外，中共也可能祭出网络攻击、电磁脉冲武器等非常规手段，希望瘫痪台湾的电力、通讯与金融体系，制造社会恐慌，再配合假讯息和认知战瓦解台湾民心。然而台湾对此早有准备，政府强化了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民间也逐渐提高对假讯息的警觉。再者，
这类软杀伤手段或许能造成一时混乱，但无法夺取实质控制。如果封锁久攻不下，最终还是得回到登陆占领这一步。而在此过程中，国际干预的可能性只会越来越高，战争规模有可能逐渐失控扩大。显然，任何替代方案都无法改变武力犯台的基本难题，只是在不同层面上碰壁而已。北京高层若真动手，原本的盘算必然是速战速决，企图在国际社会有效干预之前就让台湾屈服。然而这种电光石火的剧本几乎不可能如愿。2022年，俄罗斯闪击乌克兰的计划演变成持久苦战，就是前车之鉴。攻打台湾的难度远超乌克兰，一旦开战，很可能拖延数月甚至更久。对中共而言，战事一旦陷入僵局，内外交困将急剧加深，后果比一开始不打更糟。因此，除非他们对迅速取胜有绝对把握，否则难以轻易冒险踏入这泥潭。从目前看来，这样的绝对把握远未形成。也许有些人会问，如果北京当局一意孤行，真的铤而走险攻打台湾，那战争可能会怎样展开？不妨让我们大胆想象一下这可怕的一幕。某年某月的深夜，在台湾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氛围中，解放军终于下达了攻台行动的命令。首先出手的是飞弹雨，数百枚甚至上千枚导弹从对岸基地腾空而起，呼啸着撕裂夜空，朝着台湾本岛袭来。他们的目标是瘫痪台湾的防空系统、雷达站、指挥中心以及关键的电力和通信设施。台北的总统府、大直的国防部、新竹和台南的空军基地、高雄的重要港口等这些坐标全都在飞弹瞄准之下。瞬时间，台湾各地火光冲天，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此起彼落。不过，台湾方面并非毫无招架之力。早在战争爆发前，台湾军方就已将重要单位分散隐蔽到坚固的地下掩体或山洞中，防空部队也枕戈待旦。一部分来袭的导弹被爱国者等防空飞弹拦截在半空，化作团团火球。即便有一些命中目标，台湾的指挥体系依然保持运作，预备的备援通讯网络立即启用，各地部队依旧稳定联系。此刻，全台湾从将领到士兵，从正规军到后备民兵，每个人都明白，多年来在演习中模拟的场景终于变成现实，保卫家园的战斗正式开始。导弹攻击之后，解放军紧接着展开空中突击，上百架战斗机、轰炸机在预警机引导下分几路逼近台湾空域，他们企图消灭台湾剩余的空军力量，夺取制空权。台湾的空军战机早在雷达预警下陆续升空，部分从西部基地起飞，部分从东部备用跑道冒出。双方战机很快在台湾海峡上空短兵相接，爆发激烈的空战缠斗。同时，解放军的轰炸机在远处发射对地巡弋飞弹，试图进一步摧毁台湾的防空阵地。但台湾本岛的山区中隐藏着多重防空火力，天宫、霍克飞弹连连发射，一架架来犯的战机中弹坠落，空中交火异常惨烈，双方都有损失。然而中国空军无法全面扫清台湾的抵抗，台湾少数幸存的战机可以转往东部临时跑道起降，防空飞弹车则不断机动，打一枪换一个位置，使得解放军难以全部歼灭，制空权在短时间内仍呈拉锯状态。与此同时，在空战尚未分出胜负时，解放军可能会孤注一掷地出动空降兵和特种部队，企图快速瘫痪台湾的指挥中枢。他们或许尝试以高速直升机和运输机编队绕开主要战场，从台湾的山区或海岸低空渗透，让小股特战人员偷袭重要目标。例如，他们可能锁定台北的总统府和行政中心，妄图生擒台湾政军领袖，以达到斩首效果。在中部，则可能派遣伞兵奇袭台中清泉港空军基地，希望抢占跑道，瘫痪台湾空军的出击能力。然而，这些冒险行动注定九死一生。那些载满伞兵的运输机一进入台湾上空，就被警觉的防空雷达捕捉，多数还未跳伞就被导弹击中坠毁。少部分特战直升机在山区勉强降落，一时得手，但等候他们的是台湾宪兵和特战部队迅速反制。总统府周边早已固若金汤，任何逼近的敌人都会遭遇猛烈火网拦截。
或许有极少数敌军成功潜入城市制造混乱，但也难成气候，很快被治安部队围捕歼灭。台湾的整体指挥系统依然稳固运转，并没有因为对方的斩首企图而崩溃。当空降奇袭未能奏效，战局进入关键的2栖登陆阶段，中国沿海早已集结的大批2栖舰船开始向台湾岸边航行，这其中包括坦克登陆舰、气垫登陆艇以及大量临时征用的民用货轮。他们满载着解放军的先锋师团，顶着夜色和残存的烟幕，缓缓驶向台湾西部海岸。数百公里的海面上，黑压压一片，舰艇组成的庞大船团犹如移动的浮岛。然而，台湾方面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等待他们。海峡中潜伏的台湾海军潜艇率先发难，一枚又一枚鱼雷从海底射出，击中几艘领头的登陆舰，爆炸火光照亮黑夜。随即，岸上的雄风反舰飞弹部队也加入战团，从沿海山头发射的飞弹高速掠过海面，在运兵船群中开出一条条火路。解放军的护航驱逐舰虽然全力开启防空火力，但面对四面八方来袭的鱼雷与飞弹，仍然难以面面俱到。短短1-2小时内，就有数艘运输舰中弹沉没，数千名解放军官兵葬身大海。其余舰艇一时陷入混乱，船只彼此碰撞，有的忙着救援落水者，有的急于变换队形规避攻击。不过，尽管遭受重创，残存的解放军船团还是咬紧牙关向前挺进。趁着岸上飞弹库区重新装填的间隙，一部分登陆舰艰难地抵达了台湾某处海岸线的预定登陆点。拂晓时分，第一波登陆艇开始向沙滩冲锋。台湾守军早就在滩头部署了密集的地雷和拒马障碍，此刻所有火力一齐倾泻而出，岸防炮、重型机枪、迫击炮甚至反坦克导弹一同朝着接近海滩的小艇扫射轰击。许多登陆艇尚未靠岸就被炸得四分五裂，艇上士兵沉入波涛，也有一些顽强的解放军冲上了沙滩，立即陷入铁丝网和壕沟交织的死亡地带，被一一射倒。沙滩上弹片横飞，血肉横陈，短短数百公尺的距离成了地狱走廊。经过几轮牺牲性的冲锋，终于仍有部分解放军突击队突破了滩头封锁。他们踩着战友的尸骸推进到内陆几百公尺处，试图扩大登陆桥头堡。数十辆2栖坦克也摇摇晃晃地从海里爬上岸，加入攻击行列。台湾守军且战且退，把敌军引向预设的包围圈。同一时间，解放军后续梯队的登陆舰随即靠上已部分清理的沙滩，卸下更多兵力和装备。看似他们一只脚踏上了台湾本岛的土地，但严酷的战斗才正要开始。前进不远，解放军便遭遇早已设好的反装甲伏击阵地。随着几声沉闷的呼啸，台湾守军从隐蔽处射出的标枪飞弹精准命中领头的坦克，巨大的爆炸将整辆战车炸得掀翻。后续的坦克连忙开火还击，可四周目标难辨，敌人在暗我在明，完全陷入被动。陆续登岸的几千名解放军步兵开始向附近的一座城镇推进，却发现道路已被破坏，街道上架满路障。原本以为可以很快夺下的小镇，此刻宛如一座死城，但背后却潜伏着无数枪口。刚拐入一条巷弄，前头士兵就被冷不防射出的子弹放倒。一场残酷的巷战展开了。台湾守军熟悉地形，在楼宇间穿插伏击，而解放军官兵人生地不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一排排子弹从窗户、屋顶射向街上的亲军，迫击炮弹从天而降，击中拥挤的人群。解放军在狭窄街区无法发挥兵力优势，反而处处挨打，只能逐屋逐街强攻，伤亡人数与日俱增。战斗持续到黄昏，登陆的解放军部队伤亡惨重，却仍未能完全控制登陆点周边的城镇。他们的弹药和粮食开始告急，伤兵越来越多。更糟的是，原本预定傍晚之前必须抵达的下一批增援迟迟没有登陆上来。此时他们才惊觉，自己的海上补给线可能已被切断。事实上，随着白天的交战推移，远方的美国、日本也逐渐展开行动。美军潜艇和日军反舰飞弹从第二波登陆船团集结的海域射来，给了解放军运输舰致命打击。许多载运后续兵力和物资的船只尚未接近台湾，就被拦腰歼灭于海面。
没有了增援，岸上的解放军陷入孤军深入的险境。到了夜晚，台湾守军趁士气旺盛、敌疲我劳之际，发动反击行动。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迂回穿插，包围了敌军登陆部队的要害，切断其各据点联系，在各个击破。弹尽粮绝的解放军残部终于支撑不住，开始向沙滩撤退，试图撤回舰艇避难。可此时原本接应的舰船大多不是沉没就是远远逃开，岸边的解放军失去了退路。最后数千名奄奄一息的解放军士兵在沙滩上被四面合围，他们中有的试图负隅顽抗，有的扔下武器投降。战场上一片混乱与凄惨，疲惫不堪的台湾守军望着遍地残骸与俘虏，终于明白他们赢得了胜利。然而整个台湾也付出了惨痛代价，海岸城市残垣断壁，平民伤亡无数。上述这个假想剧本或许略显夸张，但它的每个细节其实都参考了专家们对台海战争的推演要点。例如2023年美国 CSIS 智库进行的兵棋推演表明，在绝大部分模拟中，中国都未能成功占领台湾。尽管台湾守军和美军盟军同样付出不小代价，但最终解放军往往因无法突破防线而退却。更有悲观的推演显示，即便中国勉强得手，也将是一场惨胜。中国海军主力几乎全灭，国内经济崩溃，美日亦伤亡惨重，整个东亚大乱。这种局面对谁都没有好处。无论细节如何变化，有一点是肯定的，武力犯台将是一场惨烈无比的消耗战，没有轻而易举的胜利，只有两败俱伤的结局。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说台湾是全球最难攻打的岛屿时，绝不是妄自尊大或浪得虚名，而是有着冷峻的事实根据。解放军若胆敢踏出第一步，就必须准备承受最坏的后果。台湾退役上将李喜明曾经表示，要让中国明白，攻台将使其付出巨大代价，而且即便如此，也未必能占领台湾。唯有如此，中国才会认知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办法是和平而非战争。从目前看来，北京当局也确实被这现实所震慑住了，在没有十足胜算之前，不敢轻易发动攻击。值得一提的是，台湾之所以至今安然无恙，也反映出北京当局在战略上的两难处境。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而言，台湾问题既是他追求伟大复兴历史定位的关键，也是挥之不去的棘手难题。他一方面把统一台湾视为政治遗产的必要部分，另一方面又深知倘若诉诸武力而陷入泥潭，反而可能赔上中共政权的安危。因此习近平上台以来，对台政策日趋强硬，高调宣示不惜一战的决心，但真正下达攻击命令时，却始终投鼠忌器，裹足不前。从2016年蔡英文上台到2022年佩洛西访台，中共军演频频，台海风云紧张，但北京依然没有逾越最后的红线，就是因为现实抉择太过残酷。可以预见，只要台湾维持足够的防卫能力并获得国际支持，北京仍将被困在进退维谷的局面之中。或许问题的最终解答不是在战场上分出胜负，而是在时间与耐心中寻求另一种可能的出路。总之，台湾之所以被誉为地表最难攻下的岛屿，绝非浪得虚名，这背后是地理的险峻、军民的顽强以及国际形势的制衡共同塑造的结果。我们希望这样惨烈的战争永远只停留在推演和想象中，不要真的上演。正如有人所说，两岸问题的解答最终必须在和平中寻求，而不应在炮火中决定。毕竟，一场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灾难的战争，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赢家。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令许多人焦虑的问题：中共真的会在2027年对台湾发动武力统一吗？最近这个话题引发热烈讨论，政治学者明居正更是直言不会发生。他的这番话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却也让人疑惑，中共不是一再对台湾文攻武下，加速军备发展，还扬言不惜一战吗？为什么明居正认为2027年反而不会开战？这其中藏着什么玄机呢？2027年这个年份为何突然成为台海危机的代名词？事情要从近年来台海周边的讯息说起。2023年11月，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公开表示，北京当局似乎以2027年完成武力犯台准备为目标，
加紧推进各项军事整备。他提醒国人提高警觉。这番话一出，国内外议论纷纷。中国真的定下了2027年的大限，要在那年对台动手吗？其实，关于2027武统的说法早已有迹可循。首先，中共在内部将2027年设定为解放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年份，因为192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起点。习近平要求军队在建军100年之际达到较高水平的现代化，外界普遍解读这项目标包含了提升对台作战能力。然而，需要澄清的是，中国官方并未公开宣布2027年一定武力统一台湾。赖清德提到的这个说法，多半是根据情资研判和中共军事现代化时程推测而来。习近平在2022年召开的中共20大报告中，虽然重申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实现，并强调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但他也表态愿意以最大诚意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并未给出统一的明确时间表，只是强调最终目标。因此，外界把2027年视为北京攻台的期限，某种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揣测。对中共而言，2027更像是军事能力建设的一个阶段性节点，而非必然动武的最后期限。当下时间已走到2025年底，台海局势虽然紧张，但总体保持平衡。未来几年里，还有几个重要节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华府对台政策随着政党轮替可能出现变化，中共会密切观察。如果美国新政府对介入台海态度趋于保守，也许会增大北京动武的胆量。反之，若美国更加强硬支持台湾，北京则更会投鼠忌器。接着是2026年至2027年。2027年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是习近平第3个任期尾声。中共可能希望在这前后展示某种历史性成就，因此不排除北京在2026年或2027年制造一场重大事件，例如在台海划设封锁区，夺取台湾外岛，或进行更大规模军演，以此对内宣传军威，对外营造统一声势。我们需要防范这类以战逼谈的企图。但另一方面，北京也知道2028年台湾将再度举行总统大选，他们或许寄希望于台湾选民选出一个相对亲中的领导人，让统一进程出现转机。所以在2028年之前，北京未必愿意把局势完全摊破。总之，从现在到2027、2028这几年是台海局势最敏感的阶段，各种变数交织。台湾要做的就是在这段期间保持定力，强化自身实力，不给对手可乘之机，并灵活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台湾政府不敢掉以轻心，为了因应潜在的威胁，国防预算逐年提升，并宣布从2024年起将义务役服役期从4个月延长至1年，以强化后备兵力。一项特别国防预算也在规划，用于采购更多防卫武器。台湾也积极向美国采购先进军备，包括岸置鱼叉、反舰飞弹、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HIMARS、无人机等，来增强对解放军登陆舰队的威胁。F-16V 战机、M1A2T 坦克等采购案也在进行中，未来几年将陆续交付。台湾并开始自制长程精灵飞弹等武器，以便在战时能打击对岸军事基地，让中共本土也感受到压力。此外，国建国造计划下首艘自制潜舰已于2023年下水，未来投入服役后将提升海军下组封锁的能力。政府也推行后备军人重新训练，加强民防教育，目标是让台湾整体变成一只难以撼动的豪猪。换言之，台湾正努力让自己更强韧，这反而降低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因为中共越难一击得手，动武的念头就越会被打消。另一方面，美军目前在亚太地区已经部署重兵，第7舰队坐镇西太平洋，主力航母打击群长驻日本横须贺基地，美军第7空军驻扎南韩，第13航空队位于关岛，冲绳则部署有美海军陆战队远征军。若台海生变，这些驻军将在第一时间投入支援。此外，美国正与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合作强化军事布局，例如在冲绳增设反舰飞弹部队，在澳洲轮驻轰炸机和战斗机，在菲律宾获得更多军事基地使用权等。
目的都是为了缩短台海有事时美军的反应时间。换言之，中共若轻起战端，几乎注定要同时面对多个强权的夹击，不可能仅和台湾单打独斗。然而，就在舆论一片悲观时，明居正教授的一番分析提供了不同角度。明居正教授是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常年关注中共政局与台海议题，以分析精辟著称。他直截了当地表示，2027年应该不会怎么样，如果真要发生事情，恐怕会在2026年。这句话乍听令人错愕，细想却不无道理。明居正解释说，战争最讲究出其不意，如果大家都预期中共将在2027年动手，那北京反而不会选在那个时间点，因为全世界都做好了准备。在他看来，与其说2027是开战时机，不如说它是一个被过度神化，反而不会发生什么的大年份。有人或许会疑惑，习近平不是说过，台湾问题不能一代一代拖下去吗？难道他不急于在自己任内完成统一？确实，习近平在2019年对台讲话中曾表示，不会把统一问题留给后代，这让外界猜测他有任内必统的压力。然而，政治宣誓归政治宣誓，真要付诸行动时，习近平仍会衡量实际风险。对他而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终极目标，统一台湾只是其中一环。如果急于求成，反而引爆战争，拖垮复兴进程，那将是他不愿见到的。本质上，习近平是一位务实的威权统治者，他固然渴望留名青史，但更在乎确保红色江山稳固。他可以等，只要认为未来条件会更好。因此，他虽然表面上强调不会把统一无限期拖延，实际上却没有设定明确的最后期限，就是为自己保留腾挪的余地。明居正的推论其实有其逻辑基础。2027年之所以受关注，正是因为各方都在为可能的冲突预做准备。美国这几年极力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增派部队轮驻关岛、澳洲，并拉拢盟友，组成更紧密的联防网络。例如，美日同盟更进一步，日本承诺将军费在2027年前提高到 GDP 的 2%， 并部署长程飞弹，加强防卫西南诸岛。美英澳组成 AUKUS 联盟，协助澳洲发展远程打击与核潜舰能力。就连菲律宾也在2023年同意美军使用更多当地基地，一旦台海有事，美军可以更快速从南方驰援。这些部署都不是空穴来风，针对的正是解放军可能的对台行动。随着时间推进，台湾的国际伙伴只会准备得更加充分。对中共而言，时间拖得越久，潜在对手的实力就越强。如果他们真铁了心要打，理应趁对方尚未完全备妥时动手，而不是坐等2027让美日台完成协防布局。特别是美国，近年无论是新型武器研发、军队训练转向印太，还是与盟友协调，步调都明显加快。2027年前后，美国将拥有更多先进的远程精准打击武器，更新型的舰艇和战机投入西太平洋，再加上高超音速武器等新技术陆续成熟，一旦开战，解放军将面对更棘手的对手。从这个角度看，中共若真打算在可预见的未来攻台，时间并非站在他那边，拖到2027，恐怕胜算更低。那么，为何中共不干脆更早行动，在美日军力还没完成部署的空当出击呢？原因在于，即便趁现在，解放军也没有十足把握，而且付出的代价依然高得令人却步。我们可以从军事、外交、经济等几方面来看中共面临的难题。首先，从军事角度，武力犯台是一场极其困难的战役。台湾四周环海，天险明显，光是跨越台湾海峡这一道天然屏障就难如登天。回顾历史，跨海远征往往是最艰巨的作战类型。例如拿破仑与希特勒都因英伦海峡的阻隔无法入侵英国。二战中，美军登陆日军重兵把守的冲绳岛也付出沉重代价。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行动就是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当时盟军动员超过5000艘舰船，几乎倾其所有的优势武器，以及几个月的佯动欺敌，才勉强突破德军防线。而今天，台湾的防御武器比当年德军更先进，解放军若想在台湾登陆，面临的火力压制只会更猛烈。解放军固然兵力庞大，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海陆空三军，但要渡海攻台，
它必须同时取得制空权与制海权，才能保障运输船团安全靠岸。台湾方面这些年则积极强化不对称作战能力，部署大量反舰飞弹、野战防空飞弹以及机动灵活的防卫部队。中共的2栖登陆舰队一旦冒险出航，极可能遭受台湾飞弹部队的饱和打击。此外，解放军虽然飞弹数量惊人，上千枚导弹对准台湾，但台湾重要的军事目标都有坚固工事与备援措施，不会因第一波打击就丧失抵抗能力。更何况，解放军自1979年与越南的边境战争后，再没有打过大规模现代化战争。40多年和平岁月中，官兵缺乏实战经验，指挥体系也没有经历战火淬炼。一支缺乏实战经验的部队，即使装备先进，也可能在真正残酷的战场上暴露弱点。反观台湾军队虽规模较小，但训练有素，熟悉本岛地形，加上有美日情报技术支援，以守势作战而言，并非没有胜机。据军事专家估算，中共若想成功攻占台湾，至少需要投入约20-30万兵力登岛作战，并准备超过1000架次各型运输机、上百艘登陆舰船，将部队和物资运达滩头。然而以解放军目前的2栖投送能力，一次最多只能运送数万人登陆，远不足以覆盖整个台湾。这意味着他必须分批增援，而每一批渡海增援都可能遭台湾反舰飞弹与潜艇的拦截击沉。一旦运输船团损失惨重，登陆部队就会因后继无援而被围歼。此外，台湾海峡海况复杂，全年中只有特定月份风浪较小，适合大规模渡海。一般认为夏末秋初是相对合适的窗口期，中共能选择的攻击时机也受限制。天时地利若不站在他那边，强行用人海战术送兵过海，结果很可能只是徒增伤亡。再从国际角度看，中共武力犯台几乎注定会引发外部干预。美日等国早已表明对台海安全的高度关切。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曾4度公开表示，一旦台湾遭攻击，美国将出兵防卫。尽管事后美国官方澄清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但这些话已经显示出美国不会坐视台湾被武力吞并而无动于衷。可以预见，如果台海爆发战事，美军很可能迅速介入，届时驻日美军、第7舰队、第13空军等都会投入行动。此外，日本今年也强烈表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持续扩充西南诸岛的防卫力量，强化离岛作战能力。澳洲则在美国协助下提升长程打击实力，印度也对中国保持高度戒心。简而言之，中共一旦开战，迎接他的将不只是台湾，而可能是一支多国联军的阵容。这对中国而言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硬仗，一不小心就可能演变成世界大战。中共高层必须慎思，真的要为了统一目标赌上与美日开战的风险吗？除了传统军事力量外，核武的存在也使台海问题更加复杂。美中之间维持着一种核恐怖平衡，谁都不敢把对方逼到使用核武的绝境。所以中共如果想迅速制服台湾，理论上可能动念先发制人的战术核打击来瘫痪岛内抵抗。然而一旦中共对台湾甚至对美日使用核武，后果将不堪设想，全球对中国的谴责和报复将排山倒海而来，中国自身也难免遭受毁灭性反击。因此核武更多是扮演下组角色，中共真正能考虑的仍是常规战争手段。但是在核武阴影下，常规战争也无法演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压倒性胜利。一旦北京发现常规打法失利，会不会铤而走险升级冲突？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了各方决策的谨慎。总之，台海战事一旦开启，就很难控制在中共理想中的范围内，反而可能引发难以收拾的连锁反应。这也是中共迟迟不敢轻启战端的原因之一。接下来看经济层面，现代战争从来不只是军事对决，更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中共若攻击台湾，经济上的连锁反应恐怕也是他们难以承受的。首先，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中心之一，战争将严重干扰芯片供应链，进而冲击世界各国的科技产业，包括中国自己。中共当然可以宣称，解放台湾后，他将掌握台积电等企业，把技术纳为己用，但这种想法非常天真。战争状态下，
晶圆厂这种高科技设施，要不是停工就是被毁，就算硬是完整接收，没有原团队经营也无法运转。更大的经济风险在于国际制裁与资本外逃。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迅速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能源禁运等措施，让俄国经济元气大伤。中国虽然体量比俄国大得多，但也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和投资。一旦台海开战，美国和其盟国很可能采取类似甚至更严厉的制裁手段对付北京，包括冻结中国在海外的大量资产，切断中国银行的 SWIFT 国际结算渠道，禁止关键技术和设备出口中国等。外资企业也会出于风险考量，纷纷撤离中国市场。如此一来，中国苦心发展数十年的经济将受到重创，人民生活也会陷入困顿。中共历来以经济成长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他们敢拿这一点去冒险吗？此外，战争带来的直接破坏也是笔天文数字的成本。台湾本岛虽小，但经济总量约6000亿美元。中国若诉诸武力，等于对一块高度工业化的土地全面破坏，重建费用将极其庞大，而这笔烂摊子最终也得北京自己买单。大陆沿海省份与台湾经贸联系紧密，战事一起，福建、广东等地的经济活动必然受到严重波及。千算万算，中共都无法避开经济领域的严峻后果，除非他已经不在乎发展，只求一战定江山。但那将与多年来中共对人民所承诺的中国梦、民族复兴背道而驰。最后谈政治风险，对习近平而言，是否攻打台湾是一道生死存亡的赌题。如果赌赢了，他将登上民族英雄的神坛；但若赌输，不仅他个人威信扫地，整个中共政权都可能垮台。须知历史上，统治者因战争失利而下台的例子比比皆是。从阿根廷军政府在福克兰战争后倒台，到苏联在阿富汗泥淖中折戟触发解体，再到今天俄罗斯在乌克兰陷入苦战，国力大耗，独裁者们的冒险往往换来政权崩溃的下场。习近平和中共高层不会不明白这点，所以尽管他们对内强调不惜一战，不允许台湾独立，真到下令开战那一刻，必定是深思熟虑、权衡再三的结果，不会轻易冲动。此外，中共还得考虑人民的态度。多数中国大陆民众在官方宣传下仇视台独，向往统一，但这种民族情绪能否撑过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战争是未知数。一开始也许爱国热情可以动员年轻人上战场，但如果伤亡数字节节攀升，经济凋敝，物资短缺，老百姓对战争的支持恐怕难以为继。尤其中国现在每年有上千万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本已巨大，倘若战争导致更多青年被征召上前线，甚至成批阵亡，社会舆论可能很快从狂热转为反战。中共最害怕的就是内部出现不满甚至动乱，那比外部压力更致命。决定开战之前，习近平必须确信能在短期内取得胜利并控制局势，否则稍有不慎，他苦心经营的集权统治就可能毁于一旦。由此看来，中共虽然口头上把2027年渲染的战云密布，但实际上他们心中也有一把尺，在没把握之前，恐怕不会轻易动手。明居正强调2027年不会怎么样，并不是说中共放弃了武统野心，而是指出传说中的大限未必真是大限。中共很擅长心理战，也许也乐见外界把某个年份神话般的传播开来，从而对台湾社会形成压力。然而我们不能自己吓自己，更不能把敌人的宣传当成现实。不论是2027年还是任何一年，台湾人都应该冷静判断形势，既不松懈也不恐慌。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爆发的香港反送中抗争，以及中共随后在香港推行严厉的国安法，极大打击了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本来北京长期希望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诱使台湾接受统合，但香港的例子证明，中共的承诺可以说变就变。如今台湾绝大多数人民都排斥一国两制，对中共的不信任达到空前高度，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日趋渺茫。这也是为什么北京方面转而更加倚重文攻武吓，企图用硬手段逼台湾就范。然而恫吓反而让台湾人民更团结地拥抱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不愿向威权低头。中共若不调整策略，继续以威逼代替利诱，
只会令两岸民心距离越来越远。明居正提醒大家，我们每天滑手机、看网络，都可能已置身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如果台湾内部因此人心惶惶，自行崩溃，那么北京甚至无需动用一兵一卒就达成目的了。中国多年来透过网络开打对台认知战，从官媒到内容农场，假消息从未间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统战渗透。他呼吁民众不要随便被网络讯息洗脑，因为对台认知战就是战争的第一线，早已在我们每天的手机讯息中开打。我们的确要提高警觉，不要落入中国认知战的陷阱。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风险是擦枪走火。目前台海上空和海面上，解放军与台湾、美日军机军舰经常距离非常近的巡弋对峙。如果发生意外，比如战机碰撞坠毁、舰艇误判开火，极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中共可能借机对台升高军事行动，而美日也将被迫强力介入。历史上因误判而引发战争的例子屡见不鲜。1967年，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六日战争就有紧张局势下误解和过度反应的因素。台湾方面深知此种危险，也与美国密切合作，试图建立两军沟通管道和紧急热线机制，以便在突发事件时缓和局势。但是危机时刻瞬息万变，我们仍需有万全准备和冷静判断力，才能避免一颗火花烧遍草原的悲剧。中共或许希望透过长期施压，孤立台湾，等待台湾自己内部分化，甚至向北京妥协。然而也有观点认为，北京可能倾向采取怀柔加封锁的方式，而非立即全面登陆。所谓封锁，就是以海空军力量切断台湾与外部的联系，在不直接轰炸城市的情况下，用经济孤立和心理压力逼台湾就范。这种方式表面上看似比直接攻城略地温和一些，中共可以对内宣称不是在攻打台湾人民，而是逼台当局谈判。不过封锁同样是战争行为，台湾必然不会坐以待毙，国军会出动军舰与飞机尝试突破封锁，美日等国也可能组织护航舰队护送物资进入台湾。一旦封锁线上稍有擦枪走火，就会演变成全面军事冲突。而如果中共不敢拦截援台船团，封锁最终也会宣告破功。退一步说，即使封锁初期得逞，台湾社会有充足韧性撑过一时的物资短缺，但封锁却势必要长时间维持，中方自身经济和军事资源的消耗将极为惊人。在这场持久战中，谁先撑不住很难预料。可见不登岛只封锁并非万全之策，很可能最终无法迫使台湾投降。中共若走到这一步，仍得面临是进一步攻台还是偃旗息鼓的抉择。总之，不管哪种剧本，统一台湾都不像北京宣传的那样轻松。台湾有坚强的意志，背后有国际伙伴支援，中共不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收复台湾，这种幻想根本不切实际。回顾历次台海危机，中共每每也是雷声大雨点小。1950年韩战爆发时，美国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迫使毛泽东暂缓了原定的攻台计划。1958年的823炮战，中共对金门发动猛烈炮击，意图震慑台湾和美军，但台湾军民顽强抵抗，美国也提供了后勤支援。最后，中共见难以得逞而停止炮击。再比如1995年至1996年的台海飞弹危机，中共试射飞弹和大规模军演恫吓，企图影响台湾首次民选总统。但美国派出2个航母战斗群驶向台海附近巡弋，展示维护台海稳定的决心。结果中共的演习最终虎头蛇尾收场，台湾的选举如期举行，危机平安度过。可见中共历次叫嚣虽然声势惊人，但真正付诸行动时都投鼠忌器，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碰上美台坚决的防卫，战争远非想象中那么容易。21世纪以来，两岸局势几经起伏。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民进党执政后，中共忧心台湾走向法理独立，在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声称若出现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情形，将采取非和平方式。但法条虽强硬，中共仍保留了模糊空间，并未设定明确时间表动手。2008年至2016年，国民党执政期间，两岸关系相对缓和，中共采取惠台政策，企图以经济融合拉拢台湾民心，但台湾主流民意并没有因此倾向统一。
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任后拒绝接受9·2共识，北京转而施加更大压力，包括在外交上挖走台湾邦交国，在军事上频频派机舰绕行台湾。即便如此，中共仍停留在恐吓施压的层次，并未真正对台动武。从这些年的作为看，北京一直试图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达成目标，而不是铤而走险引爆大战。设想最坏情境，如果某一天清晨，中共真的对台湾发动突然袭击，情形会是如何？台湾北部的天空出现密密麻麻的飞弹轨迹，一些军事基地和关键设施遭到轰炸，台北市拉响刺耳的防空警报，民众惊慌奔向防空洞避难。南部左营海军基地传来震天巨响，码头上一艘艘军舰中弹燃烧，港口弥漫黑烟。东部花莲的空军基地战机紧急起飞迎敌，而民用机场的跑道却被炸出巨大弹坑，所有商业航班停飞，全台湾进入战时状态。高速公路上满载部队和物资的车队疾驰，电视、网络中不断出现交战的画面，建筑物倒塌，火光冲天，救护车尖啸，医院挤满伤患。这不仅是军队与军队的对决，也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生死存亡。短短几天内，台湾经济将陷入瘫痪，供水供电不稳，大众恐慌蔓延。而对岸的中国也好不到哪去，美日盟军可能开始反击，中国东南沿海的军事基地和港口城市将遭受导弹打击，原本繁荣的深圳、厦门可能出现市民大规模撤离，国际投资者疯狂逃离中国市场，人民币汇率暴跌，这将是一场现代文明无法承受的灾难。习近平当然清楚，一旦开战就没有轻易回头的余地，也没有真正的赢家。就算解放军最终占领台湾，国际制裁和连年动乱将把统一后的中国拖入困境，而台湾人民也不会俯首就范。战后岛内很可能出现长期的武装反抗和公民不服从，中共将陷入对付游击战与维持占领秩序的泥淖，就如同美国当年在越南和伊拉克碰到的困境一样。如果解放军无法速战速决，战争旷日持久，陷入泥潭的将不只是中国，也包括习近平本人和整个共产党政权的存亡。因此，他必须慎之又慎。总的来说，2027年并不是一个注定开战的日子，很可能像过去许多次台海危机年一样，有惊无险地度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威胁会就此消失，只是暂时往后延宕。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仍需密切注意中共军事力量的变化。有专家预测，2030年代中期，也就是2035年前后，解放军现代化将达到新的高峰。届时，中共可能觉得更有把握而蠢蠢欲动，台海冲突风险或许又会升高。因此，台湾绝不能因几年平安无事就松懈。我们必须把握现在这段相对和平的窗口期，持续强化国防，深化与美日等国的安全合作，不断提高下阻侵略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一次又一次将战争的可能推远，直到有一天，对岸的决策者放弃武力企图，或中国内部出现足以扭转局势的变化，那时台海威胁才算真正解除。最后总结一句，不用过度迷信某个年份，也不要任人恐吓，战争与和平的主导权不全在对岸手上，只要台湾这边做好准备，保持团结，敌人的如意算盘就不容易得逞。2027年不会是终局之战，只会是台湾在风雨中继续站稳脚跟的一年。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一年和未来的每一年，让中共统一台湾的野心都无法变成现实。相信凭借坚定的意志与智慧，我们终能度过一次次险关，迎来属于自己的和平未来。